认输！认输！我代表王经理认输。那么本次决斗获胜者是王栋阁下。来人，把伤者抬下去。随着施孝东的话音落下，司马仲达带着工作人员立即冲出来，把昏迷不醒的王进礼直接抬走。王栋，你这是什么意思？既然我赢了决斗，根据规则，在他缴纳赎金之前，就是我的俘虏。王栋阁下放心，身为见证人，我会保证约定顺利履行。不如将王经理先生交由我来治疗。脑震荡和骨裂而已，死不了人的。按照约定，王经理还要在黑市男爵岭服务至少3年，在他履行约定之前，哪里都别想去，就留在钢骨号上吧。不过接下来，王进秋先生，你是否打算和王经理一起作伴？面对王栋的挑衅，王进秋脸色冰冷。他们是来抢男爵继承人位置的，绝不能就此罢休。既然王栋阁下有意，那么本人只好奉陪到底。你在羞辱了我的兄弟王经理后，又严重侮辱了我的人格。我王景秋在此向你正式发起神圣复仇挑战。挑战项目：单剑决斗。施先生，请您再度担任见证人一职。王经理败只是轻敌大意，我驾驭火种战舰在异空间内进行生死厮杀，也不是1次2次。他一个只会开矿船的乡下土鳖，凭什么跟我呢？这一场决斗将毫无悬念。本人施孝东再次以见证人的身份宣布，本次神圣复仇，双方只会各自战舰进行决斗。若王静秋阁下战败，则将包括火种战舰战刀号在内的所有财产都将作为赎金，立即移交给王栋阁下指定的人选，并且为男爵领服务至少3年。目前我还没有自己的坐舰，您所谓的双方各自的坐舰进行决斗这种说法，如何达成？施晓东这老将，脸皮厚的可以擦地板。既然没有自己的坐舰，那我允许你选择黑石男爵领内的任意一艘火种战舰进行决斗。我的战刀号战力综合评定为11级，为了公平起见，我允许你选择一艘等级更高的战舰。先不说男爵岭里有几艘11级以上的火种战舰，就算有一艘完全陌生的火种战舰，初次操控根本发挥不出战斗力，这也叫公平？王栋，你没有信心的话，也可以认输。认输？既然你一定要再送我一份厚礼，也不是不行，但我有2个条件。第一，双方舰上的所有舰组人员全部撤离，由我们2人单独驾驭战舰进行决斗。第二，这次本家来的舰队有不少新型突击舰，你需要在赎金里再添上10艘突击舰。好，我答应你的条件。王栋的情报很清晰，他根本没有经过系统化的学习，更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他拿头操控战舰，单独对决，我绝对能赢。你答应还不够。据我所知，本次舰队的指挥官是王京义阁下，建议你还是先取得正式的授权再来应诺吧。一直沉默观战的王京义此时走出来，面无表情地看着王栋。我以舰队指挥官的身份，授权王建秋10艘新型突击舰的处置权。王栋阁下，请相信一个伯爵家族的信誉。我更愿意相信您的信誉。前世男爵岭最终崩塌时，王京义指挥的舰队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也提供了掩护，协助我成功逃走。这个人情，我记下了。既然决斗双方都已经同意赌约，那么王金秋阁下，首先由您来指定决斗空域。王栋阁下，稍后由您来指定决斗时间。但请注意，
最迟不能超过3日。这是彻底不要脸了。之前让王经理指定时间，吃了决斗场地的亏输了，又让王金秋来指定地点。看来不给点教训不行了。施家明镜果的培育秘方，在前世我已得知。施小东，等池塘号返航，就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痛彻心扉。我选择黑石星系航道区。如果你需要先养伤的话，我也可以宽限一些时日。航道区一马平川，基本没有障碍，不存在任何取巧之处。王栋这小子死定了。看着王进秋胜券在握的模样，王栋脸色木然。单方面的屠杀，他实在没多大兴趣。我实在不想再浪费时间和你们纠缠，就现在吧。至于战舰，就选这艘钢骨号。决斗成立，钢骨号和战刀号2艘战舰向各自的位置驶去。战刀号加速离开了停留的空域，展现出高等火种战舰的超强性能。黑石男爵看向大厅全息投影中，露出凝重的神色。这不是舰载光脑自动航行功能能够做到的。它的基本功不错，飞行姿态也很稳定。相信大哥，他一定会赢的。请双方激活能量护盾。现在，决斗开始。开启巡天雷达主动模式。战刀号全功率飞行，正面进入战场，雷达锁定敌舰，别想逃。反正是决斗，直接把这个矿工弄死在这里，黑石男爵也不能说什么。钢骨号比战刀号高出4个等级，王剑秋必定掌握这应对策略。钢骨号的舰载模块是以追击以接舷为主，战刀号则是侧重炮击，所以他一定会保持距离，持续远程炮击。但我可是经历过10年，徘徊在生死边缘无数次的老司机。引擎2档出力，慢慢跟你玩。已进入射击范围，降低航速，主炮瞄准，充能，开火。此时，在云雀号指挥室内，陈沙溢看着雷达屏幕上2人交锋的画面，脸色平静。王进秋保持的距离比平常的炮战距离要远上至少1/3。保持距离，是更好的发挥火力优势。看来王进秋这次不会轻敌。但很可惜啊，我们的这位继承人阁下可不是什么简单任务，用这种寻常的手段去对付他，本身就是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没错，王栋阁下的天赋实在太令人震惊了。修炼断体术才多长时间，就已掌控了宇宙游离能量的能力。天才最善于创造奇迹，我现在想看的是这位阁下究竟能把黑石男爵领带到何等高度。我也很期待，不过，都准备好了吗？放心，王敬礼已经被周泰控制，马达已经派人顺利接管斩马号，王晶一言默许了，没有插手的意思。2人交谈之际，决斗场上钢骨号开启能量护盾，顶着战刀号的疯狂炮击不断向前，一发能量炮弹狠狠地砸在护盾上，炸起一大片光斑。黑石星宴会大厅，一些宾客看向全息投影，窃窃私语：哇，又命中了，有点水平啊！王栋阁下为什么还不反击？毕竟之前没有接触过火种战舰，还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吧。大哥怎么样了？是不是还在熟悉战舰的操控呀？大哥肯定有把握的。哎呀，该反击的都被击中2发了，赶快反击呀！能量护盾耐久度下降至89%。主炮攻击的精度跟强度都不差嘛。根据航行轨迹，引擎的强度也很不错，至少是绿色品质。至少不会让我犯困。钢骨号释放米氏粒子，开启自动规避，将主炮控制权转移至指挥官手动操控。谁也想不到，以接舷闻名的钢骨号新加重了高品质的主炮吧？蓝色品质的光束扩散炮
是钢骨星道团某次劫掠活动中的收获。由于从未使用过的缘故，情报保密不曾泄露。每一次攻击都会产生扩散效果，比起动能弹的单点攻击命中率高多了。在释放米氏粒子后，钢骨号的护盾迅速稳定下来，绝大部分炮击都难以锁定，从船身擦边而过，无法命中。该死！没想到米氏粒子遮蔽后，命中率下降得这么厉害。这么准确的规避动作，不像是新手能做出来的。这时，钢骨号也开火了。湛蓝色的光束跨越星空而来，却被战刀号迅速规避。王进秋见状，露出得意的笑容。王栋，你憋了半天就这种水准的射击，我闭着眼睛。但就在他说完的瞬间，那一道本该擦肩而过的光束突然在空中炸开，扩散爆炸，将战刀号包围。能量护盾耐久度下降至96%。竟然是范围攻击！那个矿工什么时候装备了这种武器？不能拖下去了，全速前进！命中率不够就用距离来补。战刀号高速向前冲去，但钢骨号的炮击还在继续，接连不断的扩散爆炸，让战刀号的能量护盾正在不断衰减。能量护盾耐久度下降至39%。该死！该死！结束了。密集的炮弹呼啸而落，将战刀号彻底淹没。重叠的扩散爆炸将护盾彻底碾碎。能量护盾耐久度归零。王进秋，胜负已定，双方战舰停止攻击。怎么会？怎么会？王进秋一脸绝望，难以相信这个事实，更无法接受自己被一个乡下矿工击败的事实。看吧，我就知道大哥一定会赢的，大哥最厉害了。这小子还不错，颇有我当年的风范。大气层外，钢骨号进入空港泊位，随着舱门打开，等候这里的宾客欢呼着迎上来。祝贺王栋阁下大胜而归！哈哈，精彩的对决，王栋阁下不愧是我们黑石岭的继承人。看着欢呼的众多宾客，陈沙溢得意地笑着。这一战，不仅是王栋赢了，也是他们赢了。哈哈哈哈！这些家伙专程从宴会上赶来迎接王栋阁下了。大哥辛苦了。我就知道，大哥肯定有把握赢的。让你们担心了。请问见证人先生，是否可以履行最终的程序了？施晓东一脸不情愿，但约定无法篡改，再不愿意也只能僵笑着，将一个电子面板交出来。毫无疑问，我们的继承人王栋阁下赢得了2场决斗的胜利。如同之前约定的那样，王静秋与王敬礼2位先生将从即刻起成为黑石男爵领的封臣，并履行义务。同时，他们名下的所有财产都将归属于王栋阁下处置。清单在此，您可以随时决定他们的用途。王栋接过面板，却扭头看向人群中的左冷。左冷阁下，这就要处理我了吗？左冷阁下，斩马号就交给您来指挥，希望您能继续尽忠职守，再闯辉煌。听到王栋说出的这番话，左冷愣在当场。不仅是他，连林辉、陈沙溢2人也有惊讶不已。老陈，如果是你站在那个位子上，你会这么做吗？那可是火种战舰啊，我怎么也得考虑好几天吧。迅速恢复理智的左冷毫不犹豫地郑重献上一柄佩剑，当场对王栋宣誓效忠。本人左冷在此郑重宣誓，将为黑石男爵领奋斗终生。王栋阁下，请见证我的忠诚。
并始终凝视于我。我将见证你的忠诚，并共享你的荣耀。前世，一直到最后，左冷也没有背叛。斩马号交到他手上，是最合适的选择。子贡，今天起，战刀号的指挥权就交给你了。确定了斩马号的归属后，王栋看向不远处的陈子贡。被点到名字的陈子贡同样是一脸惊愕，完全没想到这种事情落到自己身上。王栋阁下，您的厚爱我们已经知晓，但战刀号的指挥权事关重大。我们黑石男爵领地处边疆，能够直接依仗的始终是自身的力量。子贡虽然年轻，但也已经具备相应的能力。将战刀号交予他指挥，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子贡，你是否有足够的担当与觉悟，来接受战刀号的指挥权？本人陈子贡在此郑重宣誓，将为王栋阁下奋斗终生。我将见证你的忠诚，并共享你的荣耀。接受两人的效忠之后，王栋转身将记录战利品的电子面板交给司马仲达，其余战利品就麻烦马达兄处理了，定不会让阁下失望。这一世只用了2个月，就拥有了钢骨号、战刀号、斩马号和警备舰队10多艘突击舰。从今天起，我将真正的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走，一起回去，宴会继续。王栋阁下，越军见到王栋离开，连忙凑上来想要说些什么，但周泰转过身，眼中毫不掩饰的杀机将越军吓得僵在原地。等到周泰远去，他才缓缓松了口气。好可怕的气势！那个人，他要是出手，我必死无疑。也许我应该考虑退休了。池塘号指挥室，王栋盯着面前的火种战舰购买凭证。等了这么久，终于到手了。现在局势已经稳定，陈林峰安排到战刀号上学习，丁玲进入矿星的行政厅内任职，郑岩和李子清我委托泰勒夫人将他们送进男爵领的商队。我这几位老同学都是有潜力的人才，只要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必定会发挥出自己的才能。哥哥，什么礼物呀？神神秘秘的。清晨，王冠南脸颊微红，被王栋拉着走到自己的房间，一份神秘礼物正在等待着他。你马上就知道了。房间里，一个打开的金属盒子，里面静静地躺着2件物品。看到这2样东西的时候，王冠南脸色一惊，他当然认得。这是烈焰果还有雪莲果。这礼物怎么样？这太贵重了。收下吧，一点小小心意而已。哦，对了，父亲找我还有事，我先过去了。贵族议会的反馈到了，接下来你需要前往首都星系，接受爵士头衔。我打算让陈沙溢和林慧陪你一同前往。钢骨号有些敏感，也让黑石号作为你的坐舰。黑石号是男爵本人坐舰，19级的火种战舰，综合实力比钢骨号更强。黑石号还是坐镇男爵领，我乘子贡的战刀号前往即可。首都星系那种地方，几艘低等级战舰没什么意义，低调一些也许更好。首都星系不同于其他地方，没有舰队护航，贵族议会看门的小鬼可能让你连门都进不去。黑石号你带去，领地里有钢骨号压阵就足够了。前世没有跟贵族会议打过交道，王栋还真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听到黑石男爵这么说，他也只能答应下来。好吧，那我下周就出发，趁着我成为继承人的消息还没有彻底扩散开来。毕竟领地周边的环境并不是那么安稳。也好，早去早回，我会让老沈安排好补给。云雀号、标旗号共计3艘火种战舰，再加上10艘新型突击舰，弹药补满，能源块超额配备，舰员数量增加，满编配置。
星图更新，沿途补给点预制，航行计划制定，终于处理完了。还好老沈负责后勤保障，再有陈沙溢和林辉的补缺补漏，我才能2天就把准备工作捋顺。处理完航行前的准备事项后，王栋连接了司马仲达的通讯。上次发给你的异果秘方材料已经到位，可以开始进行验证了。待会儿还要麻烦你送我去矿区，准备工作完成，我也可以去矿区采矿放松放松了。10多种明镜果需要的材料买回来了，等到秘方验证成功，施小东该如何应对呢？几天后，远离黑石男爵岭监控的池塘号出现在一片遥远的星空中。开启蜃楼系统，池塘号进入隐匿状态，进入异空间战场。随着一阵光芒闪烁，陌生的蔚蓝色星球上空，池塘号悄然现身。发现异空间文明，检测中，1级星际级文明，历史6977年，因生化病毒溢出，大部分原生生命体死亡，文明濒临灭绝。竟然是一个快要灭绝的文明。生化污染这种东西，谁也不敢保证能完全隔绝掉，直接炸掉好了。池塘号准备轨道轰炸，具体战斗计划由舰载光脑部署完成。随着池塘号进入行星轨道，璀璨的光柱一道道落下，在星球表面撕开巨大的裂痕。王栋没有参与战斗指挥，而是来到修炼室内，继续自己的断体术修炼。利用舰载火种2个半小时的修行，顶得上在白银之堡修行1周的成果。片刻后，完成修炼的王栋回到剑桥，盯着屏幕上剩下的最后2个红点。这是最后2个生命聚集地，一处是在海岛山腹内部的天然岩洞中，一处是在大陆200多米的地底深处。这是新旧种族交替的过程，也是上一个文明的最后喘息。就让我来帮你们解脱吧。随着巡天雷达的检测，很快池塘号就找到了聚居点隐藏的位置。找到了，地下庇护所的入口。主炮充能，池塘号顷刻间完成充能锁定。巨大的激光柱朝着地面的钢铁大门落下，击碎了钢铁大门，也烧焦了包围在外侧的病毒体。接下来就好办了。在池塘号的雷达系统探测下，隐藏在海岛之下的另一座庇护所也被找到。炮击激起巨浪，碾碎了所有躲藏在这里的生命体。发现生化系医疗舱。果然是这样，我的猜测是对的。检测模块属性：生化系医疗舱，紫色品质，可治愈3级以下的微生物及生化病毒感染。竟然是一件紫色品质的附加模块。直接抹灭掉一个文明后，能够得到超乎意料的奖励。这个传闻果然是真的。男爵受到微生物感染，只不过是1级而已，完全可以用它治愈。此次前往首都星系，一路上来回的航程至少2个多月，来个机缘巧合的奇遇之类的，就可以解释其来历。不过，要获得它，就必须让池塘号降下大气层，去到行星地表。如何避免生物污染呢？等等，有了！片刻后，穿着全封闭外骨骼的王栋走到池塘号货舱内，在他面前是停泊在这里的矿船。我先乘坐矿船前往附近区域，远程指挥池塘号去回收模块。这一身2层宇航服，最外面再穿一层全封闭式外骨骼装甲，加上足够的空间距离，足以隔绝生化污染。矿船从池塘号的货舱离开，朝着远处的卫星飞去。另一边，池塘号进入灭绝文明的大气层，悬浮在城市废墟上空，发出牵引光线。池塘号全舰内部的所有气密舱门与隔绝舱门全部启动锁死，解除微粒子维修机器人模块，链接生化系救生舱。已到达3号机载舱，微粒子维修机器人模块解除中。装载新模块预计消耗原点30点，用时24小时。在王栋的远程操控下，池塘号冲出大气层，朝着旁边的卫星驶去。是时候返回本宇宙了。
结束跳跃，已回归本宇宙。池塘号出现在小行星带，在旁边的矿船穿着全封闭外骨骼，坐在驾驶椅上的王栋也松了一口气，总算是回来了。连接通讯。马大兄，不好意思啊，这次的采矿我想延长24小时的时间。毕竟马上就要出远门了嘛，我想放松放松。好的，我通知下其他人。只要再等待24个小时。生化系救生舱搭载链接完成。警告：本舰内部发生生化污染，烈度2级，具体污染范围3号机载舱。是否启动净化程序？启动。为防万一，我连矿船都接受了净化。这件紫色品质的模块效果真是不错，收拾一下，是时候回去了。王栋，现在起，你就是黑石号的副舰长，这是黑石号的副官苏扰，准备出发吧。哥哥，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早去早回啊，哥哥！哥哥快点回来，我还要听故事呢。放心，我很快回来。黑石号指挥室，舰长阁下，黑石号及舰队各舰只皆已准备就绪，请指示。全体起航，以本舰为坐标点，结球星阵。遵命。统领全舰队起航，并以本舰为坐标点，结球形阵。随着指令下达，王栋率领的舰队结球形阵离开黑石星，朝着宇宙深空进发。我们现在已经离开黑石岭的空域，前往首都星系。不过，前往首都星系必经北地大公岭内的超远程星门。按照往年的收费标准，我们舰队通行星门的费用大约是300元币左右。我们领地的云币收入来源主要有哪些？一年大概有多少收入？主要是领地内的火种战舰在火种网络上完成委托来赚取，然后按照10%的比例上交给领地。至于收入，这个我就不大清楚，要问老沈。只是我的云雀号一般每年上缴20元币左右。陈沙溢的云雀号一年的云币收入差不多是200，舰队跨越一次星门消耗的费用就超过一艘10级火种战舰1年半的收入，真是昂贵。又过了10天了，星际航行就是这么枯燥。王栋阁下，舰队已经绕过高地紫雪岭，进入天方伯爵岭的空域，再穿越2个贵族领地，即可抵达北地星域的政治中心北地大公岭。警告：前方航线发现1艘大型舰只与10艘突击舰、10艘护卫舰、2艘火种战舰。啊？难道有人伏击？王栋阁下不必慌张，前方侦察舰已探明，是一艘星际游轮，正好在我们的航线上，您可以上去游览一番。原来是星际游轮啊，那就上去长长见识。王栋只是犹豫了片刻，就接受了这个提议。乘坐一艘护卫舰，登上体型巨大的曙光号星际游轮。漫长的星际航行实在是太过枯燥了。古剑藏锋，近代有缘。这里是狼牙星际游轮集团所属的曙光号星际游轮，欢迎各位游客的光临。希望每位游客都能在浩瀚宇宙中找到独属于您的那份美。王栋等人刚登上曙光号，立即有一名姿容靓丽的女导游热情地迎上来。曙光号自首都星域起至魏晋星河边境处，可以领略到诸多不同星系的人情与风俗。返航时则沿着函谷星河流域航行，一路多为没有行政星的荒古星域，可充分体现茫茫星海的壮丽和真正的宇宙风光。曙光号的餐厅是有独立星级的，被紫金王国的美食协会评为3星级，这也是曙光号星际游轮的一大特色。菜单上首页的推荐菜系，保证不会让人失望。京都烤鸭、定西醋鱼、飞龙汤，看起来好像都不错。王栋阁下，咱们这次来对了吧？不错不错不错。这星际游轮还真有点意思。那是警报：
前方高速移动目标正在接近舰队所在空域。不好，他们朝舰队方向冲去了。还好这些日子，池塘号始终在舰队的前方探路，靠着紫色品质的巡天雷达，池塘号侦测范围比起舰队广阔许多，才能够提前捕获到这些信息。钟神秀，你已经完了！哪怕你侥幸从5艘战舰的围攻中存活下来，但有我们在，你是逃不掉的。后续的战列编队马上就会赶到，现在立刻投降，还能留你一条命，并争取之后的宽大处理，否则你必死无疑。世家势力的走狗，妄图阻碍社会的进步，你们一定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墙上，遗臭万年。都到这种时候了，你还能满口废话？既然不识好歹，那就死在这里吧！追逃的双方在高速航行的状态下互相开火射击，前方的怒焰金刚号侧舷被追击舰队的主炮击中，装甲残片大片滑落，状态跌落谷底。此时的黑石号并未发现异常，但提前收到预警的王栋已经是脸色凝重。转变航向，方位数据已发送，全舰队立即执行。是，通传舰队执行命令。发生什么了？我有很不好的预感，有危机正在逼近，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整支舰队都离开航道，并向远离魏晋星河一侧的方位进行紧急转向。池塘号的秘密现在还不能暴露，只能随便找个借口。但对方速度太快，紧急转向或许都难以避开。怒焰金刚号指挥室内，坐在指挥椅上的林舰长和旁边的钟神秀都是神色凝重。舰长，前方有艘星际游轮正处在我们的计划路线上，能否回避？本舰装甲损伤率已达89%，超过预期。如采取回避，有可能错过预定的接触时间点，影响计划成功率。明电令其回避，本舰继续按照计划路线车队。为了此次的顺利逃脱，文明党乃至诸多友人动用了绝大的势力和人情，不容有失。哪怕有可能伤及无辜，也只能事后弥补。怒焰金刚号气氛凝重，在后方追击的舰队同样探测到了曙光号的踪迹，立即有船员向指挥官请示：舰长，有一艘星际游轮及其混编舰队正处在前方路径上，是否需要避让？我们的目标是钟神秀，所以行进路线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钟神秀。集中注意力，其他都是次要。不要把精力分散在其他地方。记住，拖住钟神秀，只是不算失职，而如果能在增援舰队到来前抓住他，那我们都是功臣。可是，舰长，毕竟只是民用船只，什么都不做的话，后面可能有麻烦。那就明电要求其立即避让。是，舰长。同时收到舰队通讯警告，要求避让的曙光号船员看着通报内容，一脸不屑。命令要求我舰回避，这是哪来的乡巴佬啊？不清楚曙光号后面站着的是什么层次的势力？又来一个通报。乡下地方就是乡下地方，就凭着这10艘护卫舰，哪怕来上1艘火种巡洋舰，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突破舰队的防御。但是按规矩得上报舰长了，真麻烦呀！传令护卫舰队以本游轮为中心展开紧急防御阵列，本舰立即转向，离开航道，开启全舰广播，让所有乘客回到舱室中进入微型救生舱。快快快！雷达员立即通报情况。还有，你这蠢货为什么不提前预警？接到雷达员通报的老舰长神色慌张地起身，盯着一脸无辜的雷达员，暴怒如雷。舰长，曙光号的巡天雷达还探测不到对方的踪影啊！再说，在北地星域这种乡下地方，有什么势力值得我们退避三舍的？口气还那么大！你管人家到底是什么势力的？看到我们舰队的规模，还敢让我们避让的，能是简单人吗？并且还是两方势力同时发来的明文通报，你竟然不当回事，是不是傻？舰长，曙光号隶属于狼牙星际游轮集团麾下，就连紫金王国军部都要给几分面子，而且我们是民用游轮，
哪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会攻击我们？你闭嘴！你这个关系户！巡天雷达的数据显示的高频能量反应，你看不到吗？这是光束炮的反应。刚刚的公屏广播你没听到吗？这是金雀花联邦的世家势力和钟神秀之间的纷争。曙光号要是被卷进去，我们就死定了。火种战舰数量9，战列舰单位1，巡洋舰单位8，航速5，预计5分钟后接触本舰所在空域。速度太快了，躲不开。该死！在曙光号舰长绝望的凝视下，怒焰金刚号以及身后紧追不舍的追击舰队，笔直朝着曙光号油轮所在的区域急射而来。怒焰金刚号指挥室，坐在指挥椅上的林舰长和坐在旁边的钟神秀看向面前屏幕上的一个光点，旁边是盯着屏幕忙碌的舰员和战舰冒出的火花。舰长，侦测到大规模空间波动，是对方后援的战列舰编队即将抵达。不要慌，我们离预定地点已经近在咫尺了。能量护盾缓冲还有多少时间？能量护盾缓冲倒计时220秒。损管部全员分站，全舰关键部位维修紧急作业，预计时间28分钟。林舰长的怒焰金刚号，本人早有耳闻，但今日一见，还是大感出人意料。不但能量护盾的缓冲时间比通常型号少了2/3，就连战时紧急维修这种高难度的团队技术都掌握得如此娴熟，短短28分钟就能修复全舰的关键部位，可敬可叹。钟院长过奖，既然本舰承接了此次救援任务，自然有把握，请您拭目以待吧。追击舰队旗舰指挥室盯着怒焰金刚号重新开启能量护盾，所有人都是难以置信。警告，敌舰发生高能反应，敌舰能量护盾即将复苏。什么？前不久前才击破他们的能量护盾，不是至少有1个小时的过载缓冲时间吗？还有一个能量反应，舰长，是微型虫洞。按照航线图，这个空域是不可能存在微型虫洞的。不好，他们的逃亡节点是有预谋的，这是人工制造的一次微型虫洞，存续时间极短，且可人为控制闭合时间。一旦让他们进入微型虫洞，后果不堪设想。就在追击舰队焦急万分的时候，后方跃迁通道中大量战舰飞跃而出。舰长，前来支援的战列舰编队已经到达，来的正是时候，立即发送敌舰坐标，火力覆盖。舰长，那艘游轮还在。执行命令，所有责任由我承担。可是，世家利益高于一切，背叛世家者不惜代价，杀无赦。是。随着指令下达，完成充能的主炮开始射击，密集的炮火朝着怒焰金刚号覆盖，但大部分炮弹都被规避，只有少部分外层装甲被撕开。马上到达预定地点，他们留不住我们。看着屏幕上的怒焰金刚号，追击舰队的指挥官握紧拳头，咬牙切齿。混蛋！之前可没有这么强的规避能力，立即进求火炮支援。已将敌舰所在坐标空域发送给支援舰队。抵达战场的支援舰队在收到坐标信息后迅速战斗，更加密集的火力将整片空域覆盖。怒焰金刚号的能量护盾闪烁不止，而在它附近的曙光号油轮及护航舰队同样难逃厄运，被大量火炮击中。能量护盾重启，坚持住，马上到了！不顾一切疯狂突进的曙光号顶着身后恐怖的火力覆盖，笔直扎进前方的漩涡虫洞。随着一阵明亮的闪烁，舰体消失无踪，只留下曙光号承受追击舰队的火炮覆盖。明亮刺目的光芒照耀下，曙光号的舰长脸色漠然，他已经看到了曙光号的末路。全部完了！轰然巨响中，曙光号舰身被巨大的光束穿透，彻底淹没在光芒闪烁之下。
指挥官看向屏幕上被击中的曙光号，破口大骂：他们竟然打错了目标！真正该击中的怒焰金刚号早已失去了踪影。混蛋！任务失败，立刻撤离紫金王国空域，必须立刻离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战列舰这种战略力量太敏感了，在他国空域停留太长时间，只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黑石号指挥室内，王栋亲眼目睹了曙光号的惨状，脸色凝重。这就是火种战列舰的终极兵器——超级主炮的杀伤力。如果对方的攻击锁定我们，整个舰队都可能。现在他们追击的目标已经脱离战场，他们不会节外生枝，我们是安全的。明码发送紧急求援信息，全舰队立即开展救援。遵命，立即执行。搜救命令下达后，黑石号在前方领航，整个航队朝着远处的曙光号残骸驶去，而盯着太空中到处漂浮着的曙光号和护卫舰残骸，王栋内心也是波澜起伏。这攻击后留下的遗迹是人造卫星虫洞？难道是那艘颇负盛名的战舰出手了？随着紧急求救信号的广域发送，很快就会有许多附近的舰只来参与救援，得赶快让池塘号去收集怒焰金刚号泄露出的物资，可不能白白浪费了。优先对曙光号的残骸进行搜救。那些伤及无辜的战舰，简直就是一群无人性的人渣！竟然在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后，便对幸存者弃之不顾。世家！王东阁下，还请让我们冲锋队先行进入曙光号的残骸内进行搜救。可以。在王栋的指挥下，整个舰队都行动起来。散落在太空中的众多救生舱被牵引光束吸入舰队之中，而悄然展开远程操控的王栋以意识体投射到池塘号上，盯着屏幕上显示的战利品分析数据：超新星爆射炮，金色品质，以高能射线粒子流混合攻击，拥有特殊属性星爆，将对以这弹点为中心1光秒内所有单位造成伤害。这次的收获简直超出想象，一颗高级能量结晶，还有门金色品质的主炮。就在这时，池塘号的雷达系统也检测到远处飞速靠近的庞大舰队，那是狼牙星际邮轮集团的救援舰队。不愧是大型集团，救援舰队来的还挺快的。黑石号指挥室内，狼牙集团的现场负责人对着王栋鞠躬表示谢意，双手向王栋递过一个小箱子。王栋阁下，感谢您的援助，这是我们狼牙星际邮轮集团的谢礼和高级贵宾卡，还请收下。不客气，这是我作为一个星际公民应该做的。这么多天，终于到北地大公岭了。报名后至少需要排队等候6天，才会轮到我们传送。王栋阁下，我们先租赁下一处船屋，作为舰队的落脚点。好。庞大的星门漂浮在宇宙中，密密麻麻的舰队悬浮在太空中，依次进入星门，但这需要漫长的等待。在陈沙溢的建议下，王栋也带领黑石舰队停泊到附近的太空船屋中。航行这么久了，等待期间我想出去逛逛。好的，王栋阁下，我绝对会守好池塘号。这几天时间不能浪费，池塘号租赁了隔壁的船坞，每天可以抽时间到池塘号上消耗原点来辅助修行断体术。池塘号消耗50原点，将主炮换成超新星爆射炮。收到。这次池塘号的战力综合评定等级将直接从原先的8级提升到9级，而我的断体术也是时候继续修行了。修炼室内，王栋浑身流汗，闭着眼睛，任由宇宙能量横贯周身，不断打磨提升自身躯体强度。随着他猛然睁开双眼，大喝一声，周围的火种能量消散，从修炼的虚幻空间中醒来。有着前世的经验，通过这几天修行，断体术直接由初级阶段圆满，一口气突破到中级阶段。进入断体术中级阶段后，我就可以引导宇宙游离能量，不断强化自身。快到穿越星门的时间了，得赶紧回去。等待了几天时间，繁忙的星门终于轮到了王栋的舰队。
在得到星门通行许可之后，舰队起航，向着前方巨大的星门驶去。星门穿梭不过瞬息之间，就已经跨越了无数光年，抵达极其遥远的另一片星域。星门穿梭还真是方便呢。是啊，幸亏有了星门，不然这段路程恐怕要走好几年呢。现在只要再经过1天的航行，我们就能到达首都星系了。苏副官，这是狼牙集团赠送的高级贵宾卡。如果让本家安排我们的行程，万一有人诚心捣乱，我们不好处理。所以在抵达首都星系后，就让狼牙集团来负责我们的行程安排吧。好的，我会联系狼牙集团处理行程。我们到达首都星系了。次日，经过1天的航行，王栋的舰队终于抵达首都星系，降落在体型庞大的空港外围。舰队刚降落不久，很快就有一名穿着制服的女子通过特殊通道前来迎接王栋一行人。王栋阁下，我是狼牙集团高级专员林舒心，您的爵士头衔认证已经安排妥当，我来接您前往贵族议会完成整个流程。那就麻烦你了。在林舒心专员的引领下，王栋从空港前往首都。之后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王栋就一脸茫然地从贵族议会的大楼里走出。一直到现在，他都还没来得及搞清楚发生了什么。贵族认证这么快就完事了？我感觉好像在做梦一样，有点不真实啊。想到这里，王栋抬起左臂，看向小臂上一个拇指大小的紫色标记。这就是获得爵士头衔后的福利，代表着一次接受舰载火种融合的权限。请问您是否还有其他需求？身为狼牙集团的贵宾，您不需要客气。您在北地星域的救援已经赢得了狼牙集团的友谊，在一定范围内将力所能及的提供帮助。林专员已经帮我大忙了，来之前我可特意打听过，哪怕没有收到任何刁难，一般至少也要1周的时间。要不是您的帮助，我也不会这么顺利的走完流程。有其他事我会再联系你的。好的，那么就祝您旅行愉快，再见。链接火种网络，火种战舰购买申请。池塘号也抵达首都星系了，不过附近的小型移动船坞可太贵了，停泊1个月要300元币。接下来要想尽办法隐藏身份，去获得新的火种战舰了。请于12月17日的早上9时，携带火种战舰购买凭证，乘坐皇家造船厂派出的交通舰刚郭号，由3号入口进入。预约已经完成，那么接下来就是物资储备。标准能源块1元币可以购买100块，先买上3万块。金色品质的超新星爆射炮，每一发都需要消耗300单位的能源，这3万块标准能源块只不过是100发的消耗量而已。账户上还有8000出头的元币，这几天就得全部花完。等到新战舰入手，池塘号这个账号就要一并废弃。求购末世光联比市价高1成，有意者请联系雷霆旗舰总店，采购量有限，请抓紧时间。就在王栋浏览网络上各种物资的时候，一条区域通讯从屏幕上弹出。这种区域通讯一条至少几百元币，贵得要死的广告，平时很少有人发。雷霆旗舰总店，这是我之前购入8株末世光联那家奸商的上级。末世光联，求购数量10086单位，目前待售单位0。没货，1株都没有，求购者上万，求购价格最低的5000元币一朵，最高的9800元币一朵。哼，果然净世精灵的相关消息已经被泄露了，这下就将手中的8株末世光联分别向5家单位卖出，这可是一笔横财。近日，金雀花联邦研究所正式推出一款被命名为净世精灵的广谱抗生药，经检验，针对生化感染具备显著效果，其主要原料为末世光联。我就知道他们迟早会公布出来。这一次入账76000元币，成本价是8300多元币，纯利润差不多是68000元币，800%的利润率。
有钱了，那么开始淘货。紫色品质的超级主炮要价12000元币，特效好差。金色品质的主炮高攻击力、高缓冲时间，垃圾玩意儿。紫色品质的巡天雷达精度加强，可惜啊，已经有探索者巡天雷达了。都是奸商。等等，我怎么把那玩意儿给忘了？饕餮商会高级舰载模块拍卖会邀请函，售价300元币，是否购买？300而已，不贵，买。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这种高端性质的私人拍卖会，能入选的竞拍品基本上都是精品，完全匿名，通过网络报价，确保竞拍安全，也没有什么拍卖师主持。当某一个价格在30秒内未被超越，那么就以这个价格成交。不过每件拍品都要在开始拍卖流程之后才能看到详细信息。不朽者流萤装甲，金色品质，起拍价5万元币。这件金色品质的装甲模块很符合我的需求，能够豁免大部分动能伤害。如果能够将这件装甲模板入手，探索太近位置时，哪怕进入小行星带矿区深处，风险性也会大大降低。不过这价格真的贵啊！先加5000，反正预算充足。竞拍结束，不朽者流萤装甲最终成交价为66000元点。到手了，比预想的还要贵一点儿，没想到这么多人竞争啊！不过这点溢价差额，只要等到开始探索小行星带矿区，必定能成倍赚回来。接下来需要增强探矿和采矿能力。古南特钻头，紫色品质，采矿深度10千米。这个钻的不错，买了。我看看啊，还需要一个探测器，池塘号的能量护盾也跟不上了，需要更换。还要引擎，动力部分必须得到提升。什么？还有10颗星晶？这可是极其稀少的珍贵矿物，绝不能放过。买了。广域超波探测器，紫色品质，探测范围100千米。复苏2型能量护盾，蓝色品质，护盾耐久度300点。拿菲特龙引擎，蓝色品质，最大功率35。这些应该差不多了。账户上还剩下将近1000元币，那就兑换成紫金王国的官方货币。星晶贴身携带可以显著延缓人体机能的衰老，回去送给男爵吧。竞拍商品即将抵达指定收货地点，请查收。这么快就送到了，国中网络果然便捷。接收完这批货物之后，立刻把窗户封起来，直接进入异空间战场。花掉这么多钱，总得赚回来才行。封闭的船坞中，随着跃迁引擎启动，池塘号被一层幽蓝的光芒包裹，紧随着是高速颤动，一直到跃迁抵达临界点，随着一道光芒炸开，池塘号毫无征兆地消失在原地。几个小时后，池塘号重新出现在封闭的船舱里，仿佛未曾离开过。指挥室内的王栋却是一脸惋惜。这次遭遇上的只是一支1级星际文明的探索舰队，仅仅只是获得了15单位的原点，运气也太差了呀。时间差不多了，该准备去造船厂了。之前顺手采购了一些隐匿者伪装服，这种伪装服由某种特殊的生物材质制作而成，能够有效屏蔽穿戴者的所有个人特征，很适合那些因为种种原因需要隐藏身份的人群。价格不贵，却是一次性用品。如若此行顺利，池塘号，你的命运也将画上一个句号了。王栋登上等待已久的交通舰，随后脱离船坞，在引擎的全力推动下，速度迅速攀升到顶点。先生您好，我是皇家造船厂的接待员许佳，本次航行将竭诚为您服务。
看来他们已经对有这种想隐藏身份的人见怪不怪了。巨大的皇家造船厂漂浮在宇宙中，隐约可见包围着它的能量护盾。皇家造船厂成立于新历8301年，迄今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它拥有强大的造舰能力，在全力以赴的情况下，可以同时开工制造30艘火种战舰，并且工期只需1年零2个月。正在听着许家讲解的王栋忽然抬手，一张卡片悄无痕迹地塞入许家手中。许家先是一怔，随后反应过来，露出歉意的笑容。先生，很抱歉，我需要离开一会儿，很快回来。去吧，不急。躲进洗手间的许家拿出个人通讯终端，把卡放在上面，看着立体投影出现数额，一脸震惊。300万元，相当于我10年的工资了。我这次来取战舰，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这可是保密，但是300万呀，好像透露一些内容也不违反规定吧？我先介绍一下正常的流程，一会儿我们将从3号入口进入皇家造船厂，之后呢，我将带您前往展示船坞，那里有3艘尚未融合舰载火种的驱逐舰供您挑选，届时还会有1名工程师为您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如若您不满意的话，会有一次更换展示船坞的机会，我们会带您前往另一个展示船坞，那里也有3艘未融合舰载火种的驱逐舰。当然，本次行程中，我们的工程师一样会遵守工厂内的相关规定，严格对您的身份和一切资料进行保密的。另外，如果您有什么其他需求的话，也可以告诉我，我会尽力为您协调。目前皇家造船厂里一共有多少个这种供挑选的展示船坞？大约200多个。也就是说，可以进行舰载火种融合的驱逐舰差不多是600多艘。不止，除开这些已经移至展示船坞内的战舰外，还有400多艘战舰停泊在造船厂的巨型船坞内。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将造船厂内的所有可供融合的舰载火种的战舰都看一遍？这，按照规定，每位顾客只有1次更换展示船坞的机会，也就是说，在2个展示船坞的6艘战舰内挑选心仪的战舰。第一个区的展示船坞的编号是固定好的，而第2个展示船坞，如果你有心仪的目标，我可以将第2个船坞选在对应的编号。不需要太过细致的挑选，只要能看得清楚外形就行。辅助系统的扫描功能要求的就是在目视距离内即可。那就好办了，我会动用权限将您加入到今日的观光游览名单内。如此一来，您就可以乘坐刚郭号，在造船厂内的不涉密区域进行8小时内的观光。我会让刚郭号选择路线，尽量路过所有的展示船坞。可以了，先生。F 级驱逐舰状态100%，成长性低。E 级驱逐舰状态100%，成长性较低。1个小时过去了，30多个展示船坞，30%是积极评价。还有时间，我们往巨型船坞转一转。先生，巨型船坞不属于观光游览的开放区域，以我的权限无法带您入内。看着许家露出难色，王栋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又是一张银行卡塞入许家的手中。权限不足，那就把钱给足。请相信我的诚意，务必帮忙。只要能够成功，我会加倍感谢。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的感谢就只好留给别人了。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位师兄正好分管巨型船坞的出入库这一块，我问问他，请稍等。好的，那就麻烦师兄了。已经解决了。我从他那儿揽下一个任务，由刚郭号负责，从巨型船坞内引导1艘战舰，将某个展示船坞内的战舰补充到3艘。我们现在就可以前往巨型船坞。随着刚郭号驶入巨型船坞，更多的巨型战舰展现在王栋面前，一直到他的视线捕捉到了其中1艘。竟然到达了这个品质，
哎，就左边这艘了，马上过去。好的，先生，即将前往 B10号展示船坞，您看中的战舰就停泊在那里。先生，这就是 B10号展示船坞，刚挑选的驱逐舰就在这里。相关手续立即办理，要快。B10号展示船坞中，王栋仰望着自己选中的战舰，立即掏出一张不记名现金卡，交到负责现场交接的工程师手里。尊敬的先生，舰载火种的融合申请已经发出，最迟30分钟将会送达这里，请您稍稍等待一下。30分钟太久，请费费心。一听到30分钟，王栋又是一张卡掏出。现在不是计较这点小钱的时候。请放心，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是我们皇家造船厂的座右铭。10分钟内，您的舰载火种就将送达，保证活性十足啊！S 级火种驱逐舰，状态100%，成长性极高。S 级品质，刚才看到时我还以为系统出问题了。S 级啊，成长性极高，大概率拥有金色品质的舰体结构模块，小概率出现更高级别的橙色品质舰体结构模块，竟然让我遇到了。如果真的有橙色品质的结构模块，那可是橙色史诗品质，比起金色的英雄品质还要高出一筹。10分钟不到，在超能力的作用下，一架无人机带着一个金属箱降落在船坞内。这是舰载火种已经抵达，先生，恭喜您，马上就可以开始火种绑定仪式了。您是想就在这里进行火种绑定仪式，还是移驾到专门的火种绑定仪式泊位？就在这儿进行绑定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这是您的舰载火种，您只需要进入选好的战舰，然后在战舰内打开容器，舰载火种就会与战舰进行融合，并在融合过程中与您进行绑定。一般这个过程会持续10到15分钟的时间，您放心，不会有太过剧烈的疼痛感。我明白了。交代好各种注意事项后，王栋独自一人朝着选中的火种战舰走去。进入指挥室，王栋捧着手里的舰载火种，目光灼灼地审视着这艘即将属于自己的火种战舰。无键操控激活，池塘号，探索者巡天雷达，飞机跃迁装置，蜃楼系统，微粒子维修机器人解除搭载。池塘号，自毁开始。随着王栋的指令下达，池塘号解除了隐匿状态，从虚空中浮现。紧随着有灿烂的火光在舰体上涌现，王栋也随即解除了远程操控。看来池塘号的火种已经消散。担任火种战舰的舰长具有唯一性，想要融合绑定一艘新的火种战舰，池塘号舰长的身份就必须被放弃掉。池塘号留下，说不准哪一天终究会带来隐患。一艘绿色品质的3代舰，没有保留的价值。别了，池塘号，以我现在的锻铁术，加上5级火种绑定辅助液，绑定成功率已经达到100%了。早就下定了决心，王栋毫不犹豫将5级火种绑定辅助液注射到手臂上，随后打开了怀里的舰载火种。一小团白炽的光焰跃出，绽放着绚烂的光彩，紧随着化作光点，不断融入到王栋体内。来了，进入融合阶段了，得忍住痛苦。一旦绑定失败，我依然会是舰长，但却是自动降级为2代舰长。火种战舰的原点获取率由100%降低至50%。你是否无论在任何时刻都会永为人族？是否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异族的爪牙？当异族侵略人族之时，会否挺身而出，为守护人族而战？无论在任何时刻，我都会永为人族。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成为异族的爪牙。当异族侵略人族之时，我会挺身而出，为守护人族而战。舰载火种绑定成功，获得火种战舰所有权，系统激活。舰载火种与舰体融合中，舰体结构模块特性正在生成，是否激活模块特性自选功能，进行特性选择。总算成功了。刚才那些就是火种誓言吗？
还激活了辅助系统的模块特性自选，这下赚到了。在剑载火种与剑体初次融合的阶段，特性自选能够决定剑体结构模块的品质。根据该模块品质，自主选择特性需要消耗1单位高级能量结晶，是否消耗？是。准备那么久，可就是为了这一天。森罗万象，橙色品质，战舰附加模块插槽数量永久翻倍。时光奥秘，橙色品质，本舰所有模块充能及缓冲时间减半。不朽奥秘，橙色品质，本舰拥有极强的自我修复功能，并能够削减50%受到的所有伤害。哈哈，这小学生都能做出正确选择。选择森罗万象。火种战舰初始最多3个附加模块插槽，之后舰体结构每提升2级，增加1个附加模块插槽。舰体结构的提升消耗是普通舰载模块的10倍，提升2级谈何容易。种种不同的附加模块组合，能让每艘火种战舰都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独有的能力，并且一些性能强横的标准模块也可能需要额外的附加模块插槽作为支持。森罗万象是个神技，具有无限可能。有辅助系统，我进入异空间战场的速率远超正常火种战舰，配合上探索者巡天雷达，我在异空间中获取到的舰载模块的几率同样远高于其他人。舰载火种融合绑定已经完成，请出任舰长为本舰命名。哼哼，又是命名环节，这一次我可是早有准备。青龙、金龙、烛龙、祖龙、起源、黑星、九州、赣州、冀州、泉州、福长、幽鹏。幽鹏号名称无重复，是否确定？确定。心存鲲鹏展翅之志，潜行于星河幽暗之中。哈哈哈，翱翔于幽暗星河之中的鲲鹏。铁锅号出任舰长，邢城主。啊，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您随时可以离开，后续的手续我们将会代替您办理。完成了所有手续之后，王栋驾驶着崭新的幽鹏号从皇家造船厂驶出，很快抵达了原先池塘号停泊的小型船坞内。此时的池塘号只剩下主体框架。目前应该先指挥船坞内的自动机器人对池塘号的残骸进行分解，并将物资转移到幽鹏号上，然后尽快让幽鹏号获得原点，把蜃楼系统、飞机跃迁装置、超新星爆射炮等舰载模块装载上。下达指令后，大量自动机器人在池塘号外面忙碌地拆解着，火花闪耀，将池塘号长久以来的积累不断运输到幽鹏号上。消耗1单位低级能量结晶，开启异空间讯号捕获功能。1个小时了，物资也全部转移完毕，是时候去获得原点了。本舰火种接收到异空间讯号，可开启异空间战场，请舰长确认。进入异空间战场，幽鹏号第一站必定是大丰收。一艘伤痕累累的武装商船正在拼命逃窜，而在它后方不远处是5艘战舰组成的追击舰队。侦察者级驱逐舰，等级1，幽鹏号，史诗级舰体结构，橙色品质，特性森罗万象，橙色品质。唉，所有舰载模块都是无品质、未经过任何强化的白板战舰，这应该是进入异空间战场以来最危险的一战。检测异空间文明，立涛文明，文明历史8875年，1级星际级文明。检测了2分钟才搜集到这点信息，无品质的巡天雷达品质就是差呀。怀念我的探索者，不过幸好是1级文明，应该问题不大。情报分析中，改革者联盟的激进主张引发立涛联邦上层的报复，遭到围剿。联盟高层乘坐一艘武装商船，试图借助小行星带的复杂地形，逃脱来自立涛联邦的追杀。真差评，
情报分析也太简单了。王栋还在收集情报的时候，立涛联邦的追击舰队已经拉近了距离，抵近射击接连几发激光炮弹，哪怕是这艘商船竭力躲避，但还是被直接命中。薄弱的外层装甲当场被撕开，舰体受到重创。而就在追击舰队试图将这艘商船一举继承的时候，突然几道绚烂的光芒亮起，以极快的速度贯穿了这几艘战舰。幽鹏号登场。哈哈，一艘战舰1单位原点的收获，和池塘号之前4艘战舰才有1单位原点的水准比起来，4倍收益，太过瘾了。但愿这条漏网之鱼能给我带来更多原点。通过数据入侵破解出的资料，可以试试和这些外星人沟通，说不定还有意外之喜。我是幽鹏号，蓝星人类文明的和平使者。文明需要不断的改革，才能始终保持进步。我们蓝星人类文明会对文明的改革者提供适当的帮助。许多同胞不理解我们的改革，文明的高层也对我们赶尽杀绝，反而是一个外星文明在绝境中伸出援手，这太感动了。敌方援军即将抵达战场，请规避危险。幽鹏号将会歼灭一切来犯之敌。飞机舰队的主力终于是进入了战场，他们早就观测到幽鹏号的存在，此时也没理会那艘重创的武装商船，而是集中火力全都锁定了幽鹏号。但接连几轮射击打在幽鹏号侧面甲板上，连半点痕迹都没留下。哪怕是无品质且未经过任何强化的标准性装甲，也不是立涛文明这种刚刚迈入1级星际文明门槛、最初级光束武器能够轻易破坏的。幽鹏号，歼灭他们！检测了自身装甲防御力后，不再顾忌的幽鹏号火力全开，在太空中留下密集的弹道轨迹，顷刻间摧毁了追击而来的10几艘战舰。看着不断上涨的原点收益，王栋心情大好，但紧随着远处又出现大量战舰，那是追击舰队的主力。让我看看，300艘战舰，第一波大部队来了吗？这可是300原点呢！看来今天的开门红注定让我血赚了。全力开火，一个不留！气势汹汹赶过来的追击战舰，在幽鹏号火力压制下毫无还手之力。不过片刻，就已经全军覆没，甚至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335原点，收获还不错。哎，让我看看还有没有漏网之鱼。主力舰队找到了，800艘，能狠狠赚一笔了。此时，在立涛联邦舰队的旗舰指挥室内，舰队指挥官看着面前屏幕上的战舰残骸，脸色惶恐。不仅是他，其他船员也被如此可怕的战损惊呆了。300艘战舰就这么没了，不仅直接被摧毁，连给对方造成一点损伤都做不到，这究竟是什么怪物？警报！警报！不明战舰距离接近中，战队即将接敌。怎么又来了？所有战舰分散逃跑！立涛联邦的指挥官倒是做出了最明智的命令，这下倒是没办法全歼他们了。可惜了我的原点。幽鹏号，引擎最大功率，全速追击。立涛联邦舰队已经做了最大努力分散撤离，但在幽鹏号这种 S 级火种战舰的追击下，仍旧是有大量战舰没能逃脱，不断被幽鹏号摧毁，化作大片残骸漂浮在太空中。8个小时了，收获差不多了，是时候告个别回去了。前路漫漫，请一路前行。愿文明之火源远流长。尊敬的蓝星文明，感谢您的帮助，请接受我们最真挚的回馈。亲眼目睹了幽鹏号大发神威，灭掉整支追击舰队后，这艘武装商船的指挥官很识趣地献上了一份礼物。见到这个神秘箱子，王栋脸色一变。这难道是？经扫描，未发现任何异常。
改革者联盟契约，紫色品质，由舰长书写契约条款，确定后无法更改。舰组成员自愿签订该契约后，将会受到神秘侧因素影响，严格遵守契约内容。谏言：先烈之志，纵死不悔。这件改革者联盟契约，对于我现在而言，其价值甚至要超过一件金色品质的模块。因为要保守池塘号的秘密，一直以来我都是孤军奋战，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一艘火种战舰要发挥全部战力，必须配备完整的舰组成员。虽然现在换成了优鹏号，可只要蜃楼系统还搭载在战舰上，我就始终不敢放开手脚去招纳舰组成员。虽然目前的契约上只能支持书写1条契约条款，且限制契约的人数只有5人，但对于舰载模块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强化升级多大点事，我在契约上约定好相关的保密条款，舰组人员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果然是好心有好报。时间到了，优鹏号返回本宇宙，原点够了，是时候进行模块更迭了。除开主炮、装甲、引擎、巡天雷达、能量护盾这5大标准模块外，还有附加模块。森罗万象使得优鹏号的舰体结构在0级时就拥有6个附加模块插槽，简直逆天。更换主炮，更换主引擎，更换巡天雷达。模块装载中，侦察者级驱逐舰等级8，优鹏号，史诗级舰体结构，橙色品质，特性森罗万象，橙色品质，主炮超新星爆射炮，金色品质，外层装甲不朽者流萤装甲，金色品质，能量护盾复苏2型，蓝色品质，主动力引擎拿费特龙引擎，蓝色品质，战舰雷达探索者巡天雷达，紫色品质，附加模块飞居跃迁装置，微粒子维修机器人，蜃楼系统，生化医疗舱。可以啊，一次强化都没有，优鹏号的战力综合评定等级就已经达到8级。8级的等级在异空间战场中有可能遭遇2级经济文明，相当于战斧号20年的努力。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就攒下一份一般火种战舰一辈子都摸不到边的丰厚资本。接下来将池塘号的零件丢进熔炉彻底销毁后，等待24小时舰载模块彻底搭载完成，就可以回去了。优鹏号开启蜃楼系统，想必陈沙溢他们都等急了吧。黑石号指挥室内，陈沙溢、林辉纷纷迎上来迎接王栋的回归。恭喜王栋阁下取得爵士头衔。恭喜王栋阁下。我们马上就要返航了，准备工作就拜托2位了。另外，这段时间舰队有什么情况吗？这些天我听说金雀花联邦的某个研究院刚研发出一款广谱抗生药，对男爵的病情应该很有帮助。可惜这种抗生药供不应求，连金雀花联邦都很难买到，在紫金王国更是叫到了天价，一支成品含价1万元币。别担心，关于父亲大人的问题，我这次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不需要照顾那些奸商的生意。等到我们回去，这个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什么？你有办法解决？敢问王栋阁下准备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男爵大人的病情可不容拖延。这次出行在狼牙集团组织的聚会里，我陆续结识了不少火种战舰的舰长，其中一位舰长的座舰上有一块舰载模块，对于2级烈度及以下的微生物与病毒感染具备极强的治愈效果，大概率能解决父亲身上的问题。在我的恳请下，这位舰长答应跟我们跑一趟黑石男爵岭，事后的报酬不算太贵，承担来回路费再加上500元币即可。优鹏号目前还没有在火种网络上注册账号，通行星门时跟着舰队可以省下一些麻烦，到北地星域再让优鹏号链接火种网络，注册新账户。太好了，男爵大人有救了！如果是真的，那真是一个意外之喜。好了，2位，赶紧为返航做准备吧。小兔子，我来首都星系了，来面基啊！船长室内，其他事情都交给陈沙溢2人处理。
闲来无事的王栋打开桌上的通讯终端，链接了土土兔的通讯号。啊，我也想啊，可是马上要参加一次远航拉练了，只能下次了。好吧，那晚安。晚安，小凳子，下次一定带你出来玩。经过一天准备，舰队已经可以返航。不知道那位舰长……马上，他已经到附近了。在王栋的远程操控下，U鹏号解除了隐匿状态，光明正大的迅速朝着黑石舰队驶来。他来了，将他编入我们舰队。外舰编入，已执行。好了，舰队起航，我们回家。账号 ID 优鹏号 ，VIP 等级等级1，余额9元币。经过半个月，优鹏号终于注册上了火种账号。又出什么事了？阁下，我舰收到广域明码通讯，是求援信息。迅速解除无距离操控的王栋睁开眼睛，听着身旁的素荣汇报情况，看着屏幕上显示的信息，微微皱眉。这不是一封标准的求援信息，写得含含糊糊。他没有把袭击者的身份与数量规模列出来，能够对一艘20级的驱逐舰造成致命威胁，不得不发布求援信息，这会是何种规模的星岛团？御敌时间1月3日9点23分55秒，地点天方伯爵岭与高地子爵岭的交界处 C21空域，求援者火种驱逐舰石碑号，等级20，袭击者不明星道团，冲突缘由星道团袭击，备注本舰隶属于天方伯爵岭继承人黄天赐，请收到求援信息的战舰立即前来救援，天方伯爵岭必有重谢。天方伯爵岭继承人黄天赐，哼，出名的浪荡子，郑岩差点就被吴昊泽坑了，落入此人手中。不过在附近星域，有这种能力的星道团数量不多，而且这些大星道团其背后牵扯到的势力都是错综复杂。石碑号一艘火种战舰，又不是什么货船，能够引动那些大星道团出手，难道是？这个求援信息与天方伯爵岭的继承人有关，如果不管不顾，日后怕是会给男爵岭惹来麻烦。黄天赐什么时候有资格代表天方伯爵岭了？前世天方伯爵岭可是我的苦主之一，我可是格外关注。放心，就像之前在矿星时沙溢阁下告诉我的一样，天方伯爵岭目前还是没有正式确认继承人，求援信息中只是自称，不实之处不少。我的意见是不要管他，直接走人。至于理由嘛，舰队中有重要客人，不宜参与战斗。既然王栋阁下已经决定，那就这样吧。对了，石碑号的名字听起来有点耳熟啊，之前是不是打过交道？我想起来了，当时救援曙光号的时候，有个不救人抢货物的家伙，就是石碑号。原来是那家伙，快走快走，让他自生自灭。王栋下定决心不掺和不必要的麻烦，但他们刚离开不久，却是有一艘侦察舰笔直追过来。前方舰队请注意，这里是天方伯爵岭第3095巡逻舰队。根据相关紧急条例，你们已经被天方伯爵岭临时征用，请立即前往 C21空域进行救援。你们舰队中的所有战舰信息已经被记录并备案。如果你们违反相关紧急条例，天方伯爵岭将保持后续追究责任的权利。再重复一遍。哈，天方伯爵真把自己当成皇帝了，还想征用我们的舰队？全舰加速，不要理会那只苍蝇。见死不救，后续麻烦肯定会有。黑石号的身份对于天方伯爵岭来说是很容易就能够查到的情报。不过现在天方伯爵岭本身还处在收缩混乱的状态中，中间隔着高地子爵岭，但这些麻烦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最重要的是安全回归黑石岭。2个月了，终于回来了。从首都星归来的黑石舰队朝着停在行星轨道上的巨大空港驶去，经历漫长的航行，此刻早已是归心似箭。大哥回来了！
王栋刚回到白银之堡，等候多时的3个弟弟妹妹迫不及待地迎上来，连男爵夫人施芳华都在城堡大门迎接。这是给你们的礼物，是不可多得的高级玩具哦。谢谢哥哥。哇，竟然是礼物哎，首都星的礼物。这是畅销书作家杨庸大师的签名版全集，送给你啦。签名版全集，谢谢哥哥。每人都有一件礼物，王栋也当然不会忘了一旁的男爵夫人。这是首都星系最新流行的精粉系列化妆品，有心了，谢谢你的礼物。不过现在男爵在书房等你，赶紧过去吧。这次行程大概就是这样，虽然有些问题，但大部分都解决了，只剩最后天方伯爵那边。天方伯爵岭那边问题不大，这2天已经收到消息，黄天赐的坐舰石碑号遭到重创，但黄天赐本人并不在舰上，这是天方伯爵岭内部斗争激化的表现。短时间内，黄天赐可没空来找我们男爵领地的麻烦。啊，对了，这是琅琊集团给的礼物。多亏了你，琅琊集团的人上个月就已经到了男爵岭，不但签订了一条旅游路线的合同，还对男爵岭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不小额度的投资。而且借着这个机会，你能结识到一些品行不错的火种舰舰长，这种人脉上的良性拓展才是最好的生物。男爵正说着一半，忽然低着头剧烈地咳嗽起来。王栋赶紧站起，想要去扶男爵，却被他抬手示意着按下。坐下吧，我有事的，一会儿就好。这次出行，我认识了一位舰长，他的幽鹏号上有一件舰载模块，对于2级烈度及其以下的微生物与病毒感染，具备极强的治愈效果。我已经确认过功效，并且恳请这位舰长前往男爵岭。目前就停在空港，不过那个舰长性格有些古怪，不喜欢过多的应酬，却只接受您本人登舰，最多加上我的陪同。您看俊期内方便的话，我陪您一道去幽鹏号上走一趟。这无疑是把自己的安危托付于他人之手，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能清理微生物病毒的舰载模块，你这一趟旅程的收获可是不小，竟然连这种任务也能结交。不过人家肯一路迢迢地赶到男爵岭，就算有游历的目的在，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不小的人情，哪里好意思让他久等？现在就过去。说实话，体内的这些小东西实在让人不胜烦扰，能早点解决，我是求之不得。您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片刻后，黑石男爵乘坐一艘飞艇脱离大气层，登上等候已久的幽鹏号。王栋亲自搀扶着男爵走到生化医疗舱所在的舱室。小心些，如果……放心，我会撑得住，况且也不能再拖了，就当是试一把。检测到2级烈度生化感染，开始治疗。随着医疗舱闭合，这件特殊的舰载模块开始工作，散发出淡淡的绿色光芒。王栋则是在外面守候着，一直等待了几个小时。随着医疗舱中的绿光消失，伴随着一阵白色蒸汽喷出，舱门打开了。几乎是换了一个人的男爵睁开眼睛，难以置信地盯着自己此时的身躯，不见任何虚弱的迹象。我这是……您体内的微生物感染已经被完全清除，恭喜您重新恢复健康。谢谢你，我的孩子，你给我带来的惊喜实在太多了。事实上，我甚至已经做好了一睡不醒的准备。那么我能否见见这艘战舰的舰长？希望能够当面表达衷心的感激之情。很抱歉，因为某些原因，幽鹏号需要立刻离开。走吧，让我们返回白银之堡。
我想，无论是冠南、冠北，还是他们的母亲，乃至巨军，都会很希望听到您恢复健康的消息。不过我既然痊愈了，那么这代表着又是一个人生的分岔口。王栋，你决定做出你的选择了吗？这对你而言，或许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有些东西很重要，却重要不过内心的高贵。我所要的一切，都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堂堂正正的取得，而不需要去做蝇营狗苟的勾当。不愧是我的儿子。走，我们回家。白银之堡餐厅，彻底痊愈后的男爵挥舞着刀叉，风卷残云般消灭着面前的食物。终于能够进食这种固态食品，实在是太令人感动了。那要不您慢点儿。我痊愈的消息目前只有你和老沈知道，林慧和陈沙溢也不知道我病情具体情况，不要将这个消息往外传。好，这是要准备阴人呢。回来几天了，终于以采矿休闲的理由来幽鹏号了。消耗1单位低级能量结晶，开启异空间讯号捕获功能。本件火种已接收到异空间讯号，可开启异空间战场，请舰长确认。进入异空间战场。一个大型军事基地群建立在小行星带中，隐匿状态的幽鹏号悄然出现在这片空域。乌兰小行星带防线，建筑者罗亚文明，战场简介：罗亚文明是一个崇尚殖民扩张的进取型星际文明，为了打造前进基地，举文明之力，历经数百年时间，在远离母星的乌兰小行星带，罗亚文明终于成功建立起规模巨大的军事基地，迫不及待地组织起一支空前绝后规模的远征舰队，希望能够以乌兰小行星带作为跳板，一举征服新的对手。这场战争的走向将决定罗亚文明今后的文明决策。罗亚文明，文明历史11833年，1级星际级文明，主要能源核能、光能，势力范围1.8光年，可居住行星2颗，人口106亿，舰种战力：战斗舰40到60点，母舰150点，语言罗亚语，文明体制执政官制。这是建立在小行星带上的大型军事基地群，是条大鱼。开启灵性侦测功能。电磁加速器，绿色品质，3件，可对实体弹丸进行2次加速，提高弹丸速度及攻击力10%。光能收集器，绿色品质，3件，吸收恒星光能产出能量块。灵性侦测就探测到这6件垃圾木块，完全不值得我去回收。算了，1级文明而已，完全没必要隐藏自己，直接上吧。懒得掩饰自身的幽鹏号全功率推进，直接暴露在罗亚文明的雷达探测中。罗亚文明的军事基地指挥室内，基地指挥官看着面前屏幕上快速逼近的幽鹏号，脸色严肃。不明战舰接近中，立即让警备部队前往驱逐。接到紧急命令的警备舰队迅速行动起来，使出军事基地群向着幽鹏号冲去。然而迎接他们的是幽鹏号无情的火力覆盖，这些脆弱的低级战舰连1轮炮击都抵挡不住，当场被摧毁，化作一团团火光。这种战力至少是巅峰1级星际文明的战舰。指挥官阁下，要如何应对？对方已经展示敌意，除了迎战，我们别无选择。命令第3警备舰队300艘战舰出击，基地所有舰队进入1级战备状态，向母星舰队通报信息。罗亚文明从不惧怕任何挑战。罗亚文明的军事基地背水一战，300艘战舰组成庞大的阵势，气势汹汹地
朝着幽鹏号围过去。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的射程范围，全舰队准备齐射，主炮充能准备，敌舰已经进入射程，复仇时刻终于到达，开火！进入到射程的第一时间，庞大的战舰集群同时开火，密集的激光炮朝着幽鹏号投射。但幽鹏号立即反应过来，强大的引擎动力做出了极其灵敏的战术机动，躲开了绝大部分的火力射击。这一幕让罗亚文明的指挥官都惊呆了。做出这种机动，他的剑身不应该断裂成2截吗？不管了，我们已经将目标包围，下一轮齐射分为3波次间歇射击，封锁他所有的规避空间。在包围圈完成的第一时间，所有战舰都在指挥部的调度下，分批次朝着前方的幽鹏号开火。在如此密度的射击下，再没有任何机动角度的幽鹏号顿时间被绚烂的光芒淹没。但下一刻，光芒消散后的幽鹏号却完好无损地重新现身。这什么？这怎么可能？区区1级星际文明战舰的攻击，怎么能打破金色品质的流银装甲？接下来到我了，幽鹏号攻击！经过10几分钟的激战，幽鹏号附近漂浮着密密麻麻的战舰残骸，整个罗亚文明的第3警备舰队已经全军覆没，无一幸存。剩余原点529。哈哈哈，收获不错，再多来点儿。敌方战舰的火力强度、射程射速都对我们的战舰形成压倒性优势。更为关键的是，敌舰的装甲对动能类攻击具有极强的抵抗力。根据情报部门的推测，舰尾喷口位置很有可能是要害部位，那应该是我们唯一的机会。第1警备舰队出击，正面迎敌；第2警备舰队侧面迂回。同时向母星舰队发报求援，只要能够俘获这艘不明战舰，我们罗亚文明的战舰技术一定会有一个飞跃式的提升。可是，2支警备舰队配备的主炮都是动能类武器，只有近程防御用的小功率激光类武器对那艘不明战舰无法造成有效伤害。这次的目标是舰尾喷口，只要能形成包围网，我们就可以攻击到它的要害部位。母星舰队也将在12个小时后到达。你也明白这艘战舰对我们技术提升的重要性。就算是以2支警备舰队全部牺牲，只要能俘获这艘战舰，胜利依旧是我们的。哦，这是一口气就把基地里所有的驻守舰队都派了出来。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他们要不惜代价拖住我。根据之前情报中，一支空前绝后规模的远征舰队希望能够以乌兰小行星带作为跳板。看来这支舰队快要到了。还好刚才没有动用超新星爆射炮，要不这条大鱼就不来了。幽鹏号，拉开距离，往后边退一点，得让鱼儿把钩咬得再紧些，就配合他们，稍微拖延一下时间吧。在双方默契配合下，幽鹏号主动撤离，后方是罗亚文明的警备舰队，正在舍生忘死地拼命追击。虽然不断有战舰被幽鹏号的反击摧毁，但双方的距离已经逐渐拉近。毫无疑问，敌舰经受不起这种消耗战，或者未具备我们的战舰包围。事实证明，他们并不是无可战胜的。让2支警备舰队加速前进，一定要拖住他，俘获他。这绝对是罗亚文明科技跃升的契机。剩余原点1298。终于全都击沉了，是时候去敌方基地群再把这场戏演下去了。演戏演到底，解决了追击的警备舰队之后，幽鹏号扭头转向，气势汹汹地朝着罗亚文明的大型军事基地群杀过去。其余人全都慌乱起来，只有基地指挥官成竹在胸，甚至露出笑容。不用担心，
光凭一艘战舰是无法对我们的基地造成致命打击的。它的火力虽然比我们战舰强，但在面对永固炮台时，不见得能够占到便宜。更何况，母星舰队在接到我们2个小时前发送的求援信息后，已经加快了速度，最迟4个小时他们就能到达。那可是足足8000艘战舰。随着他命令下达，基地群的炮台也开始射击，直接命中了优鹏号，在外层装甲上留下了一道划痕。太好了，有用！炮台不要停，继续射击，在母星舰队抵达之前，至少要重创它。看来我的演技还行啊，接下来就等着大鱼上钩了。还有时间修行会断体术去，1天不练可会倒退3天呢。优鹏号在敌方前进基地附近游弋，给他们留点希望。片刻后，盘坐在指挥室中，吸收火种能量的王栋突然听到舰载光脑发出的警报，发现大量敌方目标接近中，初步分析，目标单位在8000以上。大鱼终于到了，8000艘战舰，以区区2颗居住行星的资源，不单打造出一座小行星前进基地，还能建造出近万艘战舰。哪怕是穷兵黩武，罗亚文明的战争潜力也实在惊人。可惜啊，今天以后，这个文明的潜力就到此为止了。母星舰队已经抵达，我们的反击时刻到了。经过研究，母星舰队决定接受我们的建议，全军出击，将这艘不明战舰一举拿下。诸位，让我们一起为母星的辉煌明天而战！兴奋起来的罗亚文明军官纷纷欢呼起来，仿佛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紧接着，8000艘战舰组成的庞大集群毫不掩饰地朝着优鹏号扑过去，他们要一口吃下这块肥肉。超新星爆射炮充能，充能完毕，发射，碾碎他们！在王栋的指令下达后，准备多时的优鹏号主炮炮口凝聚着巨大的金色光芒，无比恐怖的能量充斥其中。而在这团能量抵达临界点的那一刻，瞬间化作了巨大的能量光柱，贯穿了整个罗亚文明母星舰队。不计其数的战舰在顷刻间气化，连半点残骸都没能留下。很快，超新星爆射炮的第2阶段效果引爆，罗亚文明舰队阵列的中心点盛开了庞大的金色花朵，将更多战舰卷入其中，转瞬间将它们变成残碎的钢铁渣子。等到舰队中的金色的光芒逐渐消散，罗亚文明母星舰队已经是损失惨重。不愧是金色品质，只是一击就覆灭了敌方2/3的战舰。快撤退！快撤退！让母星舰队立即撤退！联络不上，联络不上，无法与母星舰队进行联络。是敌舰的攻击，高能射线与粒子流的肆虐对我们的通讯方式造成严重影响。短时间内，我们无法与母星舰队进行联络。亲眼目睹了优鹏号毁天灭地的一击，此时罗亚文明的军事基地内已经是一片混乱，眼看着母星舰队就要覆灭，基地指挥官满脸悔恨。陷阱，这绝对是早有预谋的陷阱。我们葬送了母星的未来。指挥官阁下，请您马上乘坐母舰撤退，我会坚守基地，尽量拖延时间。宇宙中，优鹏号又一发超新星爆射炮朝着残余的罗亚文明母星舰队轰击，残余舰队被金色的光芒笼罩。眼看着母星舰队即将全军覆没，军事基地内也已经是一片绝望。随同母星舰队一同前来的执政官已经战死，现在我以罗亚文明目前幸存的最高指挥官的身份，任命你为下任文明执政官候选。什么？很抱歉，给你留下一手烂牌，也无法给你太多的帮助。
但文明的前路今后要交给你来执掌。要记住，只有不断开拓进取的文明，才来了。但是罗亚文明不会就此倒下。来吧，混账！让你见识一下罗亚文明倾全力打造出来的前进基地拥有何等的战力！在最后的抵抗命令下，看来还是不能随意动用啊。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是时候回去了。这次的出来放松可真累啊。清晨，白银之堡，移动终端的响声将王栋惊醒。王栋阁下，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已经验证了你上次给我的异果种植秘方是真实可行的。真的吗？太好了，马大兄，这段时间辛苦了。明镜果的秘方验证成功了，这份秘方被石孝东死死地掌握在手中，就连亲生女儿都不透露分毫，只会传给下一任的石家家主。现在，这秘方不再是石家的专属，是时候找机会收拾石孝东了。男爵封锁了身体痊愈的消息，最近还安排男爵领一些实权部门的中高层与我见面，到底是有什么打算呢？要不去问问？您的意思是，打算正式推销？不错，目前国内的局势，王室与地方贵族之间的矛盾已经抵达临界点，谁也说不准哪根导火索会引爆这个炸药头。我毕竟是初代开拓贵族，一旦国王陛下有所召唤，于情于理都不得不前往尽忠。以黑石男爵领的体量，被卷入到这种层面的斗争中，时时刻刻都有倾覆的危险。相反，如果能够借此机会假死脱身，由你来继承男爵的爵位，那么哪怕接到国王陛下的旨意，也有更多的回旋空间。新领主继位，压制不住风尘团们的反对意见，以至于无法投入全部力量去响应国王陛下的征召。多么完美的理由，不是吗？不愧是老司机，开拓贵族中没有泛泛之辈，男爵没有我前世经历，照样能够推测出大势的走向，并做出应对。按照男爵的方案，我顶上前台，男爵则在暗中发育。对于黑石男爵领，确实是目前的最佳选择。虽然有些遗憾，但我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出门有力。成为新的领主将会被绑定在男爵领内，这可不符合我的计划。未来几年中，几件高品质木块将会出现。过段时间，在魏晋星河的某处，有某个落魄贵族的子弟成功搜寻到一件高品质的木块，围绕那件高品质木块将会展开一场明争暗斗。那件木块功能独特而又强大，我这次要想办法收入囊中。看来你已经有明确的游历目标和计划。不错，就像您说的那样，未来的几年很可能是大变局来临之前最后的安稳日子。等到大乱来临，再想出门游历，那就太迟了。有些地方我已经想去很久，所以很抱歉，我没有打算在近期内接任男爵的爵位。作为最优秀的继承人，你的想法应当得到尊重。那就让我这病体再拖上几年时间，但领地内的相关事务、相关人员，你该接触的还是要接触，该熟悉的还是要熟悉。出门游历也不必急在这一时，可惜尤鹏浩离开了，否则你还可以借势压一下领地里那些人。这段时日我会接触相关人员，没有尤鹏浩不用担心，我也能将他们牢牢压制。另外，我准备回矿星一趟。也好，富贵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何况，哪怕老丁对你的支持力度很大，但矿区作为男爵领的重要经济支柱，你身为继承人，也应当有所重视。啊，对了，这是一份异果种植秘方，
我已经让人验证过效果。你竟然能搞到这东西！施孝东这老家伙舒心日子过久了，总是惦记着不该碰的东西。这次，我要让他痛彻心扉。欢迎王盾阁下来内诊厅。说起来，我们商队最近做成了几单大生意，还是多亏了您介绍的郑言与李子清啊。南绝岭的商队总管老泰勒，对南绝岭的经济收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白银之堡内政厅，恭候多时的老泰勒热情地迎上来，身后还跟着几位领导高层。这位是内政厅的负责人，内政长官钟元长。这位是守备舰队的指挥官林辉，想必您已经很熟悉了。这位是施子安，外交长官。黑石南绝岭这几年的财政虽然摇摇欲坠，却始终不倒。钟元长的功劳要占到一大半。至于施子安，这个人表面虽然挑不出错处，但早就被施家收买了。南绝岭在这几年多亏有几位才能支撑至今，在此我衷心感谢诸位的付出，辛苦了。王栋阁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段时间我们会尽快让您熟悉领地内的相关事务的处理。那就麻烦几位了。几天了，终于不用处理南绝岭的事情了，可以启程去矿星了。这次就坐钢骨号去吧，带上陈子公的战刀号和左冷的斩马号，还有10艘新型突击舰护卫，应该足够安全了。终于又回到矿星了。经过漫长的航行，王栋率领的舰队终于抵达久违的矿星，而丁卫春早就带着一众矿星官员在停机坪等候。对于王栋这位出身矿星而又迅速上位的男爵私生子，众多官员也是议论纷纷。这位王栋阁下堪称是矿星这些年来爬得最快的那位了吧？不止这些年，是从矿星有史以来地位提高的最快的。身为私生子上位的如此顺利，莫非……谁敢再废话半句，马上丢出去挖矿！等待许久之后，随着交通艇的抵达，王栋带着司马仲达、周泰两人走出舱门。有段时间没见了，丁总长。欢迎王栋阁下回到矿星，我带领全体执政官员欢迎您的到来。另外，王栋阁下这次回矿星是否有什么安排？这次主要是出来放松一下，作为南绝岭的继承人，顺便了解一下矿星上的行政工作。好的，我一定全力配合王栋阁下，请随我去行政官邸。接下来几天麻烦丁总长了。分内之事。复苏2型能量护盾，拿飞特隆引擎，不朽者流银装甲，微粒子维修机器人升级，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远程操纵战舰进行模块升级，为这次出行的目标做准备。使用远程操控，意识体投射到优鹏号上的王栋，审视着目前的优鹏号状态，露出笑容。有着辅助系统的模块成长至翻倍功能，优鹏号5级的模块相当于别人10级模块的性能。幸好上次从天虎商队遗产获得了2单位钛金，之后又购入了一些流银矿，才能升级金色品质的不朽者流银装甲，为行动多了一层保障。不朽者流银装甲，金色品质，等级1，防御强度80，材质流银合金，防御属性动能92%，粒子22%，激光22%，神秘12%。不朽者自动恢复受损部位，恢复速度6。升级所需条件：原点500，流银矿20吨，钛金2单位。好了，你们可以出去了。是。行政官邸，奢华的办公室内，王栋挥手让几名前来汇报工作的官员离开。矿星最高长官丁卫春则站在他身旁，没有丝毫插手的意思。王栋坐在沙发上，
旁边坐着丁卫春，王栋面前站着3个弯着腰、穿着整齐的官员。王栋微微挥手：“这4天感觉如何？”除了疲惫，还有点不真实。哼，这可是统领一个星球的诸多事务。阶层就是如此，慢慢你就会习惯自己的身份。或许吧。哎，对了，丁玲最近如何了？听说您将她送去深造了？不错，再放心，因为我的缘故，有一些东西她是学不到的，所以我特意联系了一位老朋友，安排她到红叶男爵领的行政厅去实习一段时间。哦，对了，听说王氏兄弟走了。不错，本家那边特意交涉过了，毕竟是有名有姓的后辈，不管是不成的。但来人很明确，人接回去，前途是肯定没有的。退出培养队列，这辈子也就那样了，不用担心还有什么报复之类的。王进秋、王进礼2兄弟，在这次输得底朝天后，已经没有翻身的余地，下半辈子最多也就在本家内部混上个小管事的位置，没有关注的价值了。唉，矿星上的行政工作我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明天我就要离开矿星，好好放松一下，采几天矿去。是时候行动了。这几天辛苦王栋阁下了，王栋阁下以后有空可以经常来矿星放松一下。以前听说王栋阁下成了继承人之后，还经常去采矿放松，现在看来是真的了，还真有喜欢采矿的。在舰队的护送下，抵达小行星带边缘，前方不远处就是矿区所在。一艘采矿船从钢骨号驶出，缓缓地朝着目标点驶去。根据从天虎商队遗物当中获取到那份勘探报告，其上罗列着这13个空域范围，有可能蕴藏有钛金矿藏。这些地点都在小行星带矿区深处，有着数不尽的危险。还好现在幽鹏号的实力加上我的操纵技术，勉强可以进行探索。好险，这才是目的地边缘，3个小时就遇到4个大型引力湍流。可惜手上没有晶金、密银和幽暗水晶，要不幽鹏号上的紫色模块升级后，探索起来也会轻松许多。幽暗水晶这种产自某种星兽体内的晶体，以后得想办法入手一些。第1处空域搜查完毕，无异常。第2处空域搜查完毕，无异常。第3处空域搜查完毕，无异常。第4、5、6处空域搜查完毕，无异常。已经不眠不休探索2天了，第7处空域再没有发现的话，只能先回去休整后再来探索了。警报，检测到异常反应。就在王栋准备放弃的时候，星图上出现一个金色光标，那是幽鹏号找到了疑似目标。金色光标，太精，终于找到了。幽鹏号前进，锁定目标小行星，布南特钻头准备。一颗漂浮的巨大陨石上，幽鹏号舰悬浮在旁边，探出一个巨大的钻头，在巨大的动能作用下，飞快粉碎着陨石表面的岩层，片刻后才露出内核中隐藏的物品，那是一块闪烁刺目的光辉的矿石。2天高强度工作，我的身体不足以支撑后续的探索了，先回去吧。从矿区中出来的王栋驾驶采矿船朝着不远处小行星带边缘停着的舰队驶去，用舰队给自己挖矿护航，他估计也是古往今来第1人了。王栋阁下这次的收获怎么样？这次没有满意的收获，我想带点有特色的纪念品回去送人。休息几天，我还要再来一次。好的，王栋阁下多注意休息。王栋阁下的爱好真朴素呀，不但不花钱，还能小赚一点。
第8处空域搜查完毕，无异常。第9处空域搜查完毕，无异常。警报，检测到异常反应。第10处空域，广域超波探测器又探测出金色光标了。优鹏号，全速前往目标地点。就剩下3处未探索的空域了，争取一口气全给找出来。小行星带中，优鹏号发出牵引光束，将一些隐隐发着银色亮光的大块矿石吸入，这些都是价值连城的钛晶。第11处空域没有收获。优鹏号，前往第12处空域。在星图的指引下，优鹏号笔直朝着既定的位置前行，仗着舰体结构强度，完全无惧密集的陨石带。第12处空域，竟然是一个能量结晶的负极矿点。越来越狭窄的通道让优鹏号无法避免碰撞，接连有陨石划过优鹏号的装甲，冒出火花，留下一道道划痕。但不过片刻，这些划痕就已经神奇消失，装甲飞速自愈。这件流银装甲的特性不朽者，自动恢复受损部位，恢复速度6。依仗着不朽者的功能，我就可以对这处空域进行了完整的探测。发现能量反应。这处的矿石竟然有高级能量结晶，这真是意外之财。优鹏号，前往目标地点。高级能量结晶到手了，不过能量结晶向来都是随机分布，特意去搜寻效率太低，还是继续深入矿区去标记的最后一处空域吧。前方就是标记中的最后一片空域了。等等，这是光是巡天雷达能够探测到的明面上的巨型引力湍流就有高达100多处，至于无法直接探测到的隐形引力湍流，只是稍一观察，我就找出不下10多处窝窝，这绝不正常。像这种大量的巨型引力湍流与隐形引力湍流并存的情况，是完全不符合基本法的。传说中，这种出现极为奇特的天体环境，往往其内有可能蕴生某些极度珍惜的资源，说不准矿区星域的这条小行星带矿区内还真隐藏着一笔可观的财富。唉，可惜啊，以优鹏号现在的实力，没办法进去探索。优鹏号返航，下次再来。正好去机载舱将矿石抛解了。宽阔的机载舱内堆积着一堆巨大的矿石，矿石发出微弱的光芒。王栋手中拿着激光切割枪，盯着手上好不容易切割出来的矿石，满脸无奈。唉，疏忽了，我应该买一套超小型的矿物精炼设备的，只能硬着头皮干了。几个小时后，王栋累得瘫坐在地板上，流着汗，喘着粗气。激光切割枪放在一旁，周围地上全是碎石，简直就是一片狼藉。目前库存低级能量结晶储量225单位，中级能量结晶储量49单位，高级能量结晶储量2单位，钛晶28单位。终于抛解完了，真是大丰收啊！要是我这次的收获公布出去，肯定会被列入矿工界的名人堂。这次一口气拿到28单位的钛晶，优鹏号目前的原点储备也颇为充沛。关于下一步的强化提升，我需要时间来好好思考一下。下令返航，我们回黑石星。好的，王栋阁下。清晨，黑石星，白银之宝被阳光笼罩，倒映出璀璨的光彩。黑石男爵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明镜果放在眼前，仔细端详。明镜果的秘方经过再次验证，基本上可以确认属实。接下来，你有什么看法？我没有什么看法，施家的问题，应当由您来做出决断。你要搞清楚现在的情况。身为一名重病在床的老年人，我应该做的是好好休养，
至于施家的事儿，身为继承人，你当然要一肩挑起来。这次在矿区星域，你不是玩得很愉快吗？紫玉星的景色也很不错，过2天你就带着直属舰队去巡视一趟。夫人也觉得我那老岳丈该到退休的年纪了。这次去，你顺便把他接回白银之堡，然后将施家整顿一下。对了，巨君很想念他的母亲，你这次去紫玉星可以去钟家看看。行吧，过几天我再去紫玉星一趟。说好了，回头我就要出门游历，领地的事还是你自己担着吧。不愧是一代开拓贵族，自从身体恢复之后，一股老阴逼的味道越来越浓。男爵夫人那边都已经沟通好了，以她的意思，留施小东一命，施家我看着处置，不要拆了就行。最后还暗示一句，让我顺便把王巨君的母亲也一并接到白银之堡。难道只有王巨君想妈妈，你就不想小情人了？大哥，你终于回来了！哥哥，白银之堡走廊上，刚离开男爵的书房，王栋就被3个弟弟妹妹给围了起来。他们可是期待已久了。走，和我去取给你们准备的礼物。大哥，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到你的舰上帮你。你明明就是羡慕大哥故事里的冲锋队长，可以穿着威风凛凛的外骨骼装甲暴揍那些星盗。队长职位可是我的。这一世，我不希望3小只再度在残酷现实的打压下，变得精明能干，却又沉默寡言。所以，发育的脚步不能停。忙了10多天，终于找到机会溜出来幽鹏号放松了。消耗2500元点，10单位的钛晶，以及5单位的终极能量结晶，升级蜃楼系统。消耗6000元点，6单位的钛晶，1单位终极能量结晶，升级舰体结构。蜃楼系统，等级5，金色品质，能量消耗150单位每次，充能时间50分钟，持续时间48小时，缓冲时间19小时。史诗级舰体结构等级1，橙色品质，舰体结构强度80，契合度60%，附加模块插槽8。契合度代表着舰载火种与舰体结构进一步深度融合的进度。当契合度达到100%时，有可能觉醒新的特性。8个的附加模块插槽数量，足以承载我目前所拥有的全部附加模块。前置的改革者联盟契约，终于成为幽鹏号模块清单上的一员了。蜃楼系统开启，进入异空间战场。一阵白光中，隐匿状态的幽鹏号启动跳跃装置，横跨宇宙，抵达了异空间战场之内。刚一到达这片空域，看着雷达屏幕上检测出来的初步情报，王栋脸上露出惊讶之色。这是异空间文明1，雨森文明，文明历史11563年，文明等级1级星际级文明，主要能源光能、化学能，势力范围1.8光年，可居住行星1颗，人口68亿，舰种战力战斗舰70到95点。异空间文明2，史泰文明，文明历史38603年，文明等级4级星际级文明，主要能源生物能、未知能源，势力范围未知，可居住行星6颗，人口未知，舰种战力战斗舰未知。异空间文明3，铁血文明，文明历史66371年，文明等级4级星际级文明，主要能源核能、生物能、未知能源，势力范围未知，可居住行星1颗，人口21亿，舰种战力未知。3个异空间文明，除开第一个雨森文明是1级文明外，
剩下的史泰文明与铁血文明都是4级星际文明。1级与2级星际文明对于幽鹏号来说算是虐菜的话，3级星际文明就可以算是势均力敌的对手，而4级星际文明，幽鹏号就属于被虐菜的那一方。荒芜星系的对决，参与者：史泰文明、铁血文明，实力对比1比1.1。对决简介：铁血文明是一个残暴的文明，他们以狩猎其他文明中的强者为乐趣。这一次，成为铁血文明首席狩猎大师目标的是史泰文明中的皇座强者。史泰文明是一个生物文明，特性是自身即为战舰。面对铁血文明首席狩猎大师的挑战，史泰文明的皇座强者决意给予最强硬的反击。他们决意在这个荒芜星系为这场战斗画上一个句号。除了一座与森文明的恒星观测站外，只有亘古不易的星空见证他们的最后对决。星阶猎手，活到最后者居之。这段信息倒是有意思，看来这次战场的目标应该是1级星际文明与森文明。本应是一次收获寥寥的异星空间之旅，奈何相当巧合的，这个荒芜星系被2位来自4级星际文明的强者选作最后的战场。警报！警报！发现敌舰！什么？警报！警报！敌舰正在接近！竟然悄无声息靠得这么近，他们的隐蔽性太离谱了，距离我不足几千米才被发现。在太空中，这点距离近乎于贴身。如果幽鹏号与他们之间的任意进行正面对决，单单是这方面的劣势就足以导致幽鹏号的绝对下风。还好我每次进入异空间战场之前都会事先激活蜃楼系统，使得战舰进入隐匿状态。现在他还没发现我的存在。太空中，2艘外形奇特、体型庞大的战舰正气势汹汹地朝着对方冲去。铁血文明战舰，舰身长度超过2000米；史泰文明战舰，舰身长度接近3000米。只有300余米的幽鹏号，在这2头巨兽面前，只能算个小不点儿。还是要藏好，在他们分出胜负之前，不能有任何动作，免得暴露了，扬起耻誉。此时，双方已经拉近到一定距离。铁血文明战舰率先开火，一道神秘的红色光芒迅速地被投射出去。史泰文明战舰立即做出应对，表皮快速隆起一个大肉团，舰尾侧8条粗长的触须聚拢，硬是以血肉之躯挡下了这一道光芒。肉团破裂，但战舰表皮只受了轻伤。这艘史泰文明的生物战舰，凭借着局部增强的防御，只损失一小部分表层物质，战舰的内部丝毫无损，厉害啊！在王栋的观测中，史泰文明生物战舰受伤的表皮疯狂长出肉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愈合。这么强横的自愈能力，太逆天了！就在这时，仿佛是被史泰文明生物战舰激怒了一般，铁血文明的菱形战舰陡然爆发出一大片密集的光芒，每一道光都是充斥着高能反应的光芒，铺天盖地的朝着生物战舰笼罩过去。机动规避的角度全部被锁死，生物战舰反而不躲了，待在原地生长出大量肉团，正面抵挡这些光芒的攻击。虽然血肉飞溅，但那层核心始终没有被波及。但这只是第一波攻击，更加密集的光芒汇成了猛烈的暴雨，蛮狠地撕碎了生物战舰的表层肉团，几乎要触及内核。只要火力足够强悍密集，生物战舰的自愈再生能力也抵挡不住啊！眼看着外层物质被粉碎，内核即将受损，生物战舰突然加速转向，躲开光芒，将舰尾侧有8条粗长聚拢的触须对向菱形战舰。这是要反击了！舰尾侧8条粗长的触须张开，向菱形战舰发射出一团墨绿色的光芒，喷射到菱形战舰前方，却被突然出现的能量护盾挡下，如同雾气一样散开。
将能量护盾包裹在其中。只见在雾气的沾染下，能量护盾不断闪烁着，顷刻间开始崩解裂开。这艘生物战舰竟然具备能够污染能量护盾的能力。能量护盾被污染的菱形战舰也不甘示弱，突然凝聚出一个能量圈，加速朝着生物战舰冲去，直接无视了雾气污染，如同利剑刺去。看来试探结束了，要开始近身战斗了。菱形战舰毫发无损地冲散毒雾的拦截，双方距离缩短，光芒爆射在这一刻变得极具威胁。更加密集的光芒将生物战舰刺穿，打得血肉纷飞。看来这艘史泰文明的生物战舰凶多吉少了，胜负已分。而就在这时，陷入火力网绝望挣扎的生物战舰却突然爆发出刺目的蓝色光芒，从原地消失，下一刻跨越了数万里的太空，直接出现在菱形战舰面前。8根粗长的触须悍然伸长，将菱形战舰的舰身缠绕起来。这是短距离的空间跃迁，竟然还能够在这种状态下发动。缠住菱形战舰的触手分泌出不明粘液，粘液腐蚀着菱形战舰的装甲，形成腐蚀坑，冒出大量蒸汽。而被困住的菱形战舰也是没有放弃抵抗，表面发出淡淡的红光，有红色的电流闪烁着，一层赤红色的光膜绽放开来，当即化作恐怖的高温燃圈，缠绕菱形战舰的生物战舰顿时被点燃，触手化为灰。在这里冒险。就在王栋思索着逃离战场的时候，被打得残破无比的生物战舰突然从中间裂开，如同被孕育而生的微型生物战舰，挥舞着可怕的血红触手从内部脱离。果然还有后手。重生的微型生物战舰死死地缠上铁血文明的菱形战舰，大量剧毒粘液被释放出来，同时触手爆发出恐怖的巨力，将表层装甲挤压得粉碎爆裂。粉碎的表层装甲如同晶石裂开，碎片飞溅。破损严重的菱形战舰又被生物战舰击中，战舰表层装甲的巨大裂痕让整个舰体快要崩溃了。而趁着这个机会，生物战舰更加穷追不舍，触手蓄力化作巨大的鞭子，狠狠地抽打在菱形战舰身上，同时喷发出更多绿色粘液，污染装甲。就在这时，破损严重的菱形战舰表面一角突然碎裂，露出一个闪着红色光芒的圆球，进而化作一个光锚，悍然洞穿生物战舰，将它射了个对穿，躯体裂开巨大豁口。这一击几乎把生物战舰彻底摧毁，仿佛丧失了动力，表面浮现灰白色，飘在宇宙中一动不动。而另一边，菱形战舰也彻底破碎解体，分解成10余艘更加微小的菱形飞船。很好，现在才是真正的两败俱伤，差不多也该轮到我了。早已完成充能的优鹏号主炮，在锁定目标之后立即射击，一道金色光芒跨越漫长的距离，直接横扫分解后的菱形飞船阵列，璀璨的光芒将这些小型飞船尽数淹没。优鹏号解除隐匿，前往战场。坐收渔翁之利的王栋也立即让优鹏号进入战场，这是收获战利品的时刻。但优鹏号刚接近的瞬间，雷达探测下，王栋发现这艘生物战舰竟然还未彻底摧毁，腹部裂开的巨大豁口用密密麻麻的肉芽蠕动，正在竭力恢复。竟然还没死，好顽强的生命力！但都到这个时候了，就别想挣扎了。优鹏号，全力开火！没有给这艘生物战舰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优鹏号拉近距离，抵近射击，火力全开的状态下，顷刻间将这艘残破不堪的生物战舰轰成灰烬。目标已消失，原点加100。终于解决了。还有旁边那个，蚊子再小也是肉，这个一直看热闹的1级文明也不能放过。接连干掉2败俱伤的高等文明战舰，优鹏号又锁定远处的雨森文明恒星观测站，一道激光发射，轻而易举地将它消灭。星际猎手之冠，金色品质，
全舰所有武器攻击强度增加10%。特性：追猎者，消耗50点能量，给1光秒内的一个目标留下道标，在随后的300天内可进行远程追踪。4级生物精华液，紫色品质，可延长某名建筑人员8年寿命。备注：若使用过同类型物品，效果不累计，以最高值计算，一次性模块无法强化。这次竟然探测到1紫1金2个模块，赚大了！看着遗留的2件战利品，王栋迫不及待让幽鹏号上前，发出牵引光束，将斩获的特殊模块收入囊中。星际猎手之冠，基本属性增加全武器10%的攻击强度，还算实用，并且追猎者的效果很是强悍，只要被我打上标记，逃亡者将无处可藏。另外这件4级生物净化液，虽然只是对战舰没有用的一次性模块，人体也无法直接吸收，但是通过舰载火种这个媒介，就可以对舰上的人员产生效果。生物净化的效果有很多种，强化体质、延长寿命、生成某种异能等等。公认的价值最稳定的当属延长寿命类，任何有延寿效果的物品都不愁销路，完全可以将其送上某个档次不低的拍卖会。8年的寿命，对于某些人来说是能付出倾家荡产代价的。这一趟收获颇丰，差不多也该到回去的时间了。从异空间战场离开，王栋回到了舰队中，率领众人朝着不远处的紫玉星驶去。而恭候多时的紫玉星也派出几艘战舰前来迎接。王栋阁下，紫玉星上2大世家之一的钟家家主和施家新生代的领头羊师尊侯前来迎接。2大世家？呵呵，让他们链接通讯。没休息几天就催着我来处理紫玉星的事。钟家曾是紫玉星上最大的势力，紫玉矿被采掘殆尽后，钟家随之衰落。掌握明镜果秘方的施家则顺势而起，现在控制着紫玉星大部分产业。身为一名合格的上位者，不可能放任施家独霸紫玉星。也就是这几年男爵病情加重，才让施家有了可趁之机。欢迎王栋阁下莅临紫玉星视察指导。劳烦钟家家主专程来迎接了。那么这一位，你就是师尊侯。钟家家主都来了，施家家主呢？不论出身，师尊侯本身就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才，舰队统帅能力极强。前世，师尊侯在施家投入天方伯爵岭后，迅速脱颖而出。他指挥的战舰与舰队以炮击的精度出名，坐进银鱼号，是施孝东倾全家族之力为其求购到的一艘15级的4代舰，战力不足。王栋阁下，家主他……既然不能来迎接，那就算了，我这就亲自去拜访施孝东。3艘火种战舰坐镇，10艘新型突击舰在侧的实力，我根本不需要跟他们讲规矩，实力就是规矩。在强势打断师尊侯的解释后，王栋率领舰队直接进入紫玉星的大气层。而在紫玉星上空，施家的空天堡垒漂浮在空中，银鱼号紧急起航，连同另外5艘老式突击舰背靠空天堡垒组成防御阵型。家主，这王栋来者不善啊！不就是在那日的晚宴上说了几句公道话吗？王栋阁下，施家欢迎您的到来，请减速缓行，老夫立即前来迎接。随着钢骨号、斩马号与战刀号分组成的箭矢阵不断逼近，躲在空天堡垒内的施孝东终于是忍不住了，主动发出通讯表态让步。迎接？那也可以，那么就请施家家主单独登舰会面。单独登舰，那不就是把自己的性命交到对方手里，同时也是表达臣服的象征。原本就忍着一口恶气的施孝东当即爆发，就算是翻脸，他也不会单独登舰。到，
禁酒只吃罚酒，在我施家的地盘上容不到你来放肆。尊侯听令，外来舰队胆敢越线，立刻攻击。但是这样一来，若是真的开战，施家恐怕……很配合嘛，都不需要我多费口舌。全舰队进入1级战备，只要对面敢开火，就狠狠反击。这老东西是真的嚣张惯了，空天堡垒就是一座固定靶，战斗力还比不上一艘白板的火种战舰。光凭师尊侯的银鱼号和施家的5艘老式突击舰，就想正面对抗我的直属舰队。祖父，王栋带来的直属舰队战力远在我们施家之上，正面对抗绝非明智之举，请祖父三思。文侯，你尽管放心，王栋小儿先前能够胜过王家两兄弟，靠的是出其不意和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他带来的这支舰队表面强大，但实际上不值一提。旗舰钢骨号，教子钢骨新道团，一群乌合之众。臣子恭为新晋舰长，乳臭未干，不拖后腿都算好的，怎及得上我施家麒麟儿？尊侯，今日一战，将奠定你黑石男爵领第1战将的声望。可只要他一败，我就有办法让芳华再度提议，把你列为继承人候选。有施家的全力支持，祖父我活出老脸，拉拢关系。王栋的舰队阵型严整，以我多次经历实战的经验以及战场直觉，这可不是一支乌合之众，实力上的差距切切实实地摆在这里。况且施家只是男爵领内一个地方势力，对男爵领的继承人动手真的好吗？可是任由舰队冲击施家的空天堡垒，无疑会严重影响到施家的声望。只能这样了。王栋阁下，我久仰您的勇武之名，今日我希望能够与您进行一次单剑决斗，见识一下男爵领继承人的实力，请不吝赐教。如果我赢了，自然最好，届时我摆低姿态，在最后关头放水，只言是平手，王栋就不好再苛责施家。如果我输了也无妨，说明王栋的实力远在施家之上，该做小伏低就做小伏低，起码比正面对抗后战败来得好。再说我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有一定信心的，不一定会输。作为曾经男爵领继承人的竞争人选之一，我发起决斗，王栋只要有想坐稳继承人位置的心思，都会慎重以对，不会轻言拒绝。单剑决斗嘛，哼，施家麒麟儿，我也是闻名已久。也许你很自信，但你是否知晓上一名挑战者的下场？王栋阁下，尊侯此次挑战绝不含任何其他意思，只是单纯的想见识您的勇武，相信您明察秋毫，定能发现这一点。王栋阁下，我以施家家主的身份向您发起正式的单剑决斗邀约。施家的出战人选为尊侯与他的银鱼号，您可以选择您舰队中的任意一艘战舰来与其进行单剑决斗。我接受施家的挑战，钢骨号将随我出战，请吧，施家的麒麟儿。钢骨号的相关情报早已不是秘密，尤其是经过与王进修的单剑决斗后，同为15级的驱逐舰，钢骨号擅长接前战，而我的银鱼号擅长中距离炮战。在这种拉不开多少距离的正面对决中，钢骨号是占据主动权的。有曲径折跃，钢骨号能随时接近银鱼号，但钢骨已死，哪怕钢骨号上依然有一批绿色品质的外骨骼装甲，
也早已没有了那种在接弦战中摧枯拉朽的能力。只要能够顶住钢骨号第一波接弦战的冲击，成功拉开两线距离，就能够以主炮上的优势将胜利握在我手中。来吧，就让银鱼号的主炮点亮这漆黑的宇宙。炮击才是真理，口径才是正义。马上到达决斗地点了，周泰，接下来的战斗就由你来指挥。另外，马达兄，我与翠鸟会馆达成协议，翠鸟会馆将定期提供大量紫金王国内的情报，以及少量周边国度的情报，就麻烦你处理了。好的，王栋阁下，我必定会取得胜利。迷失粒子散布，激活能量护盾。迷失粒子散布，激活能量护盾，发射炮击，保持航速，拉开距离。全速前进的钢骨号遭受到银鱼号的全力阻击，能量护盾在主炮轰击下不断闪烁，但仍旧顽强支撑着，没有破碎。主炮命中，敌舰护盾耐久度下降4%，但距离接近，预计很快会进入接弦战。冲锋队进入1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进行接弦防御战。在炮击战上，哪怕钢骨号选择散布敏式粒子，并拥有范围攻击型主炮，只要不拉开太大距离，银鱼号也能占据优势。我在炮击这方面有着远超常人的特殊能力，是天生的异能觉醒者。紫色品质的精准射击异能能够提升30%的炮击命中率。远距离炮击，它不是我的对手，但如果选择接弦，我早有准备。保持航速，持续炮击。另外，冲锋队列阵，准备接弦。成功命中，敌舰护盾耐久度下降3%。受到炮击，能量护盾耐久度持续下降。冲锋队列阵完毕。不要管炮击了，启动曲径折跃模块，冲过去。模块充能中，倒计时100、99、98。我将亲自带队出击，阁下。问对方的指挥官要死的还是活的？师尊侯是个人才，条件允许的话就留活的。如果危及你的安危，那就死活不论。我知道了。看来他最近憋得有点狠了，就当是让他放松一下吧。钢骨号一处仓库中，周泰展开手臂，一套外表狰狞的外骨骼装甲正在机械臂的操作下披在周泰身上。他低垂的眼眸尽是浓烈的战意与杀机。他已经忍耐了太久了。片刻后，整齐列装外骨骼装甲的冲锋队员在周泰的带领下进入停机舱，他们将从这里用登陆舰接弦银鱼号。双方的炮击还在继续，但位置已经被拉近到一个极其危险的距离。敌舰护盾耐久度剩余80%，舰长，我方占据优势。钢骨号的范围型攻击主炮虽然威力较弱，但命中率着实不低。可惜，当银鱼号也能保证同等命中率时，单体攻击型主炮的威力优势就显现出来。钢骨号的能量护盾耐久度损失20%的时候，银鱼号的能量护盾才仅损失了10%。他们绝不会这样坐以待毙。报告，敌舰启动曲径折跃。果然来了，防冲击准备，冲锋队准备。只有打退钢骨号的接弦战，才算是胜利。太空战场上，随着一道白光闪过，钢骨号从原地消失，庞大的舰体出现在银鱼号面前。两艘庞然大物悍然碰撞，表层装甲破裂纷飞。发出牵引光束，固定两舰的相对位置。接下来，就看周泰的表演了。钢骨号挨着银鱼号侧面的舰身突然被打开，暴露出内部隐藏的登陆舰。登陆舰的冲击钻头高速旋转下，原本就残破不堪的表层装甲轻松被撕开，钻入到银鱼号舰体之内。而在这里，同样准备多时的银鱼号冲锋队悍然迎上，双方毫无顾忌地展开厮杀，枪炮与装甲交鸣，激战不止。银鱼号上配备给冲锋队员的外骨骼装甲也是以绿色品质为主，
只要能够维持住僵尸的局面，银玉号很快就能摆脱磁力牵引。等到两舰分开，银玉号继续炮击，钢骨号战败，这些入侵银玉号的冲锋队员失去后援，也就翻不起浪花。等等，这是……原本还稳操胜券的师尊侯，惊愕地看到钢骨号的冲锋队中一道身影跃众而出，那是穿着狰狞外骨骼装甲的周泰。仅仅一个冲锋，挡在面前的银鱼号冲锋队毫无悬念地被掀飞，以他为箭头，很快打破了双方平衡。胜利的天平正在飞快地倾斜。这是战师级别的高手，终极断体术圆满，精通格斗技巧的沙场强者。舰长，请立即转移，他们已经快到指挥舱了。不必了，败局已定，无谓的挣扎不过徒增笑耳。这位男爵私生子，绝不像表面看的那么简单。走吧，是我说了。施孝东，你也看到了，师尊侯败了，你输了。空天堡垒指挥室内，看着脸色傲然、居高临下俯视着他的王栋，难忍内心怒火的施孝东当场一口鲜血吐出。家主击败了师尊侯，施家再无任何抵抗之力。施孝东吐血昏迷，其余的施家族人也不敢轻举妄动。无人阻止的状态下，王栋带领舰队轻而易举进入了空天堡垒之内。这次我们施家算是栽了。都怪家主，咱们在紫玉星作威作福不好吗？非要去争什么继承人？这次应该没事的。可别忘了明镜果的秘方在家主手里。将施孝东带上来。听着施家族人的窃窃私语，王栋都懒得理会他们。这些人很快明白什么叫绝望。以施孝东目前的状态，已经不适合担任施家的家主。现在起，施家原家主施孝东退位，前往白银之堡中度过晚年。施家的新任家主，由原本的旁系长房接任。师尊侯卸任银鱼号舰长一职，转为担任我的侍从。银鱼号被归入黑石男爵领的警备舰队，5艘老式突击舰依然留给施家，作为自保的力量。以上宣告，有意见吗？王栋，明镜国的贸易可是占男爵领财政的大头，秘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如果你这样做，可就别怪我翻脸毁掉秘方，窃视男爵领的财政。这不用你担心，你可以看看这是什么。王栋直接打断了这个老家伙的废话，将手上关于明镜果的培育资料展示在他面前。怎么可能？只有美代家主知道的，这绝无可能。你就继续发疯吧。走了，接下来我们该去钟家了。钟家庄园早就收到了施家战败的消息，钟家家主丝毫不敢怠慢，早早就守候在门口，热情地迎接王栋，将自己的姿态摆得极低。欢迎王栋阁下大驾光临。施孝东的所作所为我都听说了，王栋阁下你放心，我们钟家绝对没有施家那种小人，我们钟家一向对男爵忠心耿耿。王栋阁下既然接掌领地大权，我们也一定会继续效犬马之劳。这老家伙墙头草当得很熟练呢。我现在只想完成任务，带上巨君的母亲钟希言，启程返回黑石境。王栋阁下，这是我们钟家下一代中最出色的钟氏技，想请您收作侍从，不知道可不可以？可以。打量着面前的钟氏技，王栋脸色不变，只是淡淡的点头，让人无从猜测他内心所想。这是一名丝毫不逊色于师尊侯的人才。前世施家成功的将钟家打散，将整个紫玉星纳入掌控，钟家一蹶不振。钟家老家主悲愤交加而亡，
正是中世纪站了出来，接任家主位置后，为钟家在红叶男爵岭找到新的发展空间。经过数年的励精图治，使得钟家再度兴盛起来。本人钟世纪在此郑重宣誓，将为黑石男爵岭奋斗终生。王栋阁下，请见证我的忠诚，并始终凝视于我。我将见证你的忠诚，并共享你的荣耀。钟世纪阁下，起来吧。我这次来钟家需要带一个人回去，还望家主行个方便。带人？我明白。终于完成任务了，可以回去好好休息几天了。我回来了。白银之宝，黑石男爵坐着轮椅亲自前来迎接，身后是陈沙溢、林辉、老泰勒、钟元长、施子安，男爵岭的高层全都到齐了。这次紫玉星的事处理得不错，作为一名正统继承人，你已经能够镇压局势。黑石岭交到你手上，我们这群老家伙都可以安心了。小行星带中，幽鹏号正在缓慢航行，借助行星带的天然掩护，能够无人打扰的在这里安心待着。从紫玉星回来已经2个月了，进了2次异空间战场，都收获寥寥，加起来只获得100多元点的收益，以及2件没什么特色的绿色品质木块。男爵已经彻底治愈，从被微生物感染后的虚弱之中恢复过来了。虽然依旧对外宣称卧病在床，但实际上已经登上黑石号，离开男爵岭有好几天了。不过这个老阴逼，哪天突然抛下男爵岭，自顾自去潇洒怎么办？我可不想被一直绑在领地上，我也想出去了。经过2个月时间，不惜足消耗了1000多单位的元点的辅助，我终于成功的将断体术的修行推进到终极圆满的阶段。这种进度简直堪称奇迹。接下来就是对高级阶段的冲击，想要提高成功率，我还需要准备不少珍贵物资。当断体术终极圆满后，辅助系统再度解锁了一项进阶功能：火种战舰更换舰载模块。新的模块需24小时的激活时间才能正常发挥功效。这项功能的主要作用应该是体现在附加模块的灵活切换上。只要元点足够，完全可以准备2、3套倾向性不同的附加模块组合，然后通过模块搭载激活时间免除功能，达到随时切换战术体系的效果。但是有史诗级舰体结构森罗万象，以及模块成长至翻倍功能的互相配合，对现在的幽鹏号而言绰绰有余。现在还是没必要消耗高级能量结晶激活。唉，好不容易出来放松，希望这次能有一个好运气。幽鹏号，开启蜃楼系统，进入隐匿状态，进入异空间战场。